这里是选手与水最密切的互动，速度、技术与意志在这片河面上交锋。台湾轻艇主流的运动有分主要是为3个，一个是轻艇竞速、轻艇激流以及轻艇水球。那轻艇竞速在这几年台湾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不管是在国内的或是在国际上的成绩，甚至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也有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那这当然也是要感谢体育署的大力支持以及帮忙。未来甚至我们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好的金牌选手，然后让台湾的轻艇运动在国际上可以越来越好，发扬光大。轻艇的项目主要是分为 K 艇以及 C 艇。那 K 艇的话就是坐姿双桨叶划桨 ，C 艇就是半跪姿单桨叶划桨。那奥运的项目有 K1、K2、K4、C1、C2， 距离有200、500以及1000公尺。那我们在这次比赛，除了有200、500、1000公尺之外，还有一个5000公尺。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手训练的状况吧。轻艇竞速是一场与水抗衡的艺术，每一次划水都是日月累积的成果。划长距离的时候，越靠近终点，然后会越美丽，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坚持，因为竞速这个运动比较偏乏味一点点，所以它没有很强的毅力的话，会很难坚持下去。要比别人花更多时间在训练，然后把平常训练的东西发挥在比赛上面。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平衡船身，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这次的比赛是我高中3年最后一场的全国赛，把它划好，然后不要留遗憾。经过这几个月的培训，我想要知道自己大概进步了多少，然后也想要知道跟其他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想要借由这次的比赛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不管是同年龄层的人竞争，还是跟比我更大的一起比赛，想要看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方。可能之前在母队练习，跟在这里跟培训练习的训练模式不一样，自己也希望可以试试看不同的训练模式，然后看在比赛场上有没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出来这样子。短短数百公尺是体能、节奏、心态的极限挑战。当起跑线响起出发讯号，谁也不能退让。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是选手们用千百次练习换来的稳定与爆发。极限在这里被不断推翻，荣耀在瞬间分出胜负。在这条水道上，谁能稳定心跳，谁就能主宰比赛。这一刻是速度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我们在水上划出荣耀，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加油！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在今天6月7号星期六，透过我们转播一同来欣赏114年全国轻艇竞速锦标赛。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台东县森林公园的活水湖。我在经历了一整个礼拜的大雨之后，在今天礼拜六，终于有天气放晴的状况。我们现在室温是大概是28度左右，然后也没有什么风的状况。今天天气可以说应该是这一个礼拜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那我是主播孟婷，在我身旁的是轻艇协会的副秘书长刘昌宏秘书长。副秘书长老师你好。好，大家好。那在今天是要准备进入到第2天的赛程，预计在早上8点钟会一路来进行比赛。率先要先进行的就是 K1 1000公尺的比赛，那我们会一路比到中午，再休息1个小时之后，再进行下午的赛事，预计到下午的5点15分左右。那老师会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水湖这个场地。但是我们这一次能够在这个活水湖比赛我想也是一个机缘那因为我们以往大概我们全国轻艇竞速的一个锦标赛的部分，我们已经10多年都是在暑假期间，也就是暑假的第1个礼拜的一个假日，来到台东活水湖这边举办。那因为有相关的人员因为有一些身体状况那我们就因为去年我们就没有在这边举办，我们就移到宜兰去进行。那现在
今年是刚好也碰到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端午节之后端午节之后，那也在暑假之前，那主要是因为配合了我们这一次还要做一个选拔赛不单单就只是一个我们全国锦标赛的部分，那所以时间上面也往前调，那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比较尴尬一点，那所以因为我们比赛的部分就必须要有场地设施的一些建制嘛那水稻绳的配置啊，或者我们建制的部分这都非常专业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专业的厂商来跟我们做协助。那因为厂商的一些联系的关系，我们现在后来就觉得说，那在活水湖这边刚好有这个空档。那因为其他水域的部分刚好都是刚好办龙舟赛或者刚办完，那在配合我们这个赛事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我们再重回我们最喜欢的，其实我们各队的教练、裁判跟选手其实很喜欢来这边比赛，只是这边真的有点远，那又重回到这边来比赛那其实都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开心的那各队也希望他们在这2天，不管是赛前来练习或者比赛的这2天，也都是碰到协会的人员，也都是在问说，以后可不可以多办一些比赛在这边。他们当然乐观其成因为这个场地说实在真的也不错。那比赛我们也即将开始，没有错，来看看我们选手的优秀表现。因为我们今天要带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青少年男子 K1 1000公尺的比赛，总共有8位的选手。第0航道是吴沙国中的林子恩，第1航道是吴沙国中王颂恩，第2航道成功国中陈博少，第3航道信义国中何木，第4航道四育国中林恩勇，第5航道四育国中郑浩云，第6航道南港高中高敬杰，以及第7航道民雄国中的蔡佑成，8位的选手。因为现在前面在进行计时赛的部分，所以航道比较满，就没有预留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因为我们虽然我们设的是6航道啦那因为6航道的水稻绳第6航道外面其实还有空间。那如果刚好碰上这样的一个8位选手比赛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同组进行。那当然，在赛程过程当中，我们原则上都希望能够有6航道的进行那因为那个是分组系列的它的一个进行方式。但是如果可以在同一场的话，原则上我们也希望说，那他在同场竞技的话，尤其是在排位上面会比较公正一点。是。那我这边特别要跟各位我们线上所有现在观众报告，就是说因为看到我们这一组青少年的男子组这一组他们这个选手有来自宜兰、彰化、台北市、台中、嘉义我想这个真的是我很欣慰啦，就在那协会的立场看到说，其实各县市现在慢慢的都有一些学校愿意投入这样的一个训练，我想这是协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那看到这样的选手能够来踊跃参加，我觉得真的非常高兴。是因为毕竟在训练蜻蜓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首先就要先有一个很大的场地，有办法训练这样子。是。好，那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1000公尺的比赛算是长距离的赛事，对于选手们的这个体力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考验。而且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还蛮早的，不知道选手开机了没有？选手开始检录。今天的赛程比较紧凑一点刚才裁判长也特别指示到说那今天的赛程希望能够 on time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表定的时间来做进行。那请各队能够配合。那因为我们说实在也就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现在能够从事或者学校能够愿意这样子投入这样的一个运动，说实在我们真的是也表示感谢那也非常的高兴。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赛事能够办好，那选手也能够把他平常所训练出来的一些成果，能够透过赛事的一个比赛能够得到一个好成绩。那大家也都知道那有成绩回去就好办事，少交代的那很多人看一些资源或者包括一些荣耀家长的一些认同支持这都会相应而来。所以其实我们办比赛不单单就只是说要能够拔尖，我们其实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的我们的民众也好或者学校甚至有些老师单位能够看到这项运动。也就是像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直播单位能够来帮忙把我们这项运动推广出去，是提升能见度。对，谢谢。
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有125航道的选手，速度非常的快。第5航道是来自赤玉国中的郑浩宇，现在目前在第1名的位置。那这个是青少年组的赛事，应该都是国中生啊。对，国中生。那目前第5航道选手是在第1名。好，第2名的部分应该是第2航道成功国中的陈博少选手，但是2、3、4名都非常的接近。第1名有拉开了一段距离，目前距离差不多过了500多公尺。因为如同主播说的，1000公尺大概这个距离算是一般，如果我们成人选手也大概都要3分多钟的时间，4分钟的时间。是。但对于青少年选手，但更是一个挑战了特别是后段的部分，加上它中途的一个配速，那才能够很顺利的完成它1000公尺的一个赛程。没错。那现在举行的是计时赛的部分，他们也会取最后的前12名晋级到接下来的预赛。我们现在这个就是 K 艇1000公尺那当然K 艇1000公尺它也是我们的亚奥运的正式项目。是。那这个项目我们目前国内大概在青少年的部分是南港高中的谢嘉诚选手。他目前现在应该人是在泰国接受 ICF 的一个 TIP 的一个训练营。是在巴达雅。巴达雅的地方那另外，国内在青少年的部分，还有一位选手也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南投的蔡书涵选手水里三公。他去年在亚洲青少年的部分拿到1金7万的200公尺，也是首次我们在这个亚洲赛拿到了第1面金牌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刚好人就在现场。你在现场，那个看到真的是非常兴奋，而且200公尺那种距离你那个心脏真的很快。他一下出发之后就开始冲刺那当然他出发做得很好，所以短距离的时候出发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当然之后的一个持续的部分。我举他的例子就是说，他后续都还维持着到最后200公尺冲线。现在第1位对，第1位选手通过了终点，就第1名是第5航道4育高中的郑浩云，第1名通过终点，算是在200公尺以后就是一路领先到了最后。第2名是信义国中的和睦选手那和睦选手也比较特别，我这边也可以跟各位我们观众可以介绍他是一个自学的孩子他是自学孩子，那他自己本身对这个有运动，这样轻艇项目有兴趣所以他小学的时候就在碧潭那边就有找教练自己在练习，他妈妈也都很支持，所以都这样载着他这样练习。是。所以他的表现也算还不错，成绩应该还不错，有机会进行到接下来的预赛的部分。身材条件也都不错啦，我想有些运动就是像轻艇运动，其实你说身材有没有影响？当然你说绝对的影响我们不敢讲但是基本的身材可能还是必须要具备啦，还是要高一点这样。对，因为它有滑距、力量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好，那紧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青少年男子组 K1 1000公尺计时赛的第2组。第1航道是永安十中的徐玉伟，不过这边看起来应该是请假没有来出赛。第2航道是大溪国中的冯嘉文，第3航道是永安十中的李守善，第4航道是乌沙国中黄子祥，第5航道是民雄国中的庄敬兴，第6航道是大溪国中的尤嘉南，以及第7航道永安十中的陈冠宪。在出发之前也是跟观众们报告你像看到这名单，我们也看到有桃园桃园大溪，永安也是在大溪永安也是在桃园乌沙宜兰民雄嘉义这几间学校，我觉得真的就看这个名单上面，我们就觉得说有更多的学校参与。因为我们现在从
前年吧，2年前、3年前开始，我们全中运跟全大运在举办准则修订的时候，就把我们轻艇项目列入必办的项目，还不是选办以前是选办项目，现在是必办项目。所以一方面也是感谢我们政府对于我们这一个单项的一个重视。那另外这也是一个责任因为变成必办项目之后，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推展上面，我就必须要更积极更能够要去推动更多学校参与。是。那因为全中运，如同我们赖总统所讲全中运是我们所有运动开始启蒙的第一个最大的一个盛会。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些运动明星几乎每一个选手100%都是全中运一定都有比赛过，在全中运一定都有成绩，之后才慢慢来大学之后，可能出了社会之后，持续的才有他今天可能可以在奥运上发光发亮，包括我们奥运金牌的选手那个郭婞淳他也是台东人。对，他所以大概都是从全中运这个舞台开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是所以也就今天我们已经是必办项目的，那相对的协会在这部分我们也都尽可能尽力的在国中的部分开始在推展，让我们这项运动向下再扎根。包括甚至有些小学像我们这次比赛，我们全国锦标赛标榜就是我们小学组的部分很多学校很喜欢来参加我们这个全国锦标赛。一方面带着孩子可以来到台东玩那也来这边做比赛交流那所以现在有些县市也都在小学的部分也都有做扎根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还需要大家在共同努力。是，像在昨天的比赛就有看到少年组的比赛，也是非常可爱，小朋友那个划船感觉又更不一样这样。是虽然说可能速度感没有那么快，但是虽然这个运动算是从小培养起来，也是越来越好这样。特别是在轻艇这个项目，在杭州亚运又拿下金牌嘛，对，所以就是2金1铜，对，有蛮好的成绩，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运动能见度也是越来越高这样。对，因为这个毕竟是外来的运动不是台湾自己本身的运动。我们秘书长常在指导我们，就是有些时候是运动文化的问题。那当然不是说我们轻艇因为年资浅但是再怎么浅，大概从80年成立到现在也34年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这一组已经出发了是，所以你看这出发很重要那个比较熟练的选手在出发这个时间点上会比较把握住，因为毕竟他船速提高上来之后，他对于他后续的加力、后续的速度的维持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没有错，你看选手就算是1000公尺，你看他出发，他也是很积极的把出发的那个过程整个完成。一开始速度要先提升上来，后面才不会掉速这样。是。好，那刚刚看到出发的情况下，应该是第7航道永安始终的陈冠宪，速度算是非常的快。前往这个起点的选手，传过来的时候要停桨那个选手传过来的时候要停桨在进行的是少年男组 K1 1000公尺计时赛的第2组，时间差不多过了快要1分钟。我们上看到的是第2航道大溪国中的冯嘉文。大溪国中也是一个传统的学校那因为它有衔接，也就是国中上去它有大溪高中是国中高中端各自都有专任教练所以桃园对于轻艇运动其实也都很重视，也有一段时间成绩非常的棒甚至就包揽了我们全运会那时候全运会的女子组的金牌，大概他都桃园市，哇，非常厉害他们对于选手的照顾也都非常好也就是现在我刚才提到的说专任教练的部分，就是那一段时间为桃园打拼拿下那么好成绩的选手，是他们在后面之后退役之后，桃园县政府，但现在是桃园市了那桃园县政府当时就有给他们做很好的一个安排。是，现在在第1名位置的还是桃园的大溪国中冯嘉文，已经过了500公尺，
哇，1、2名的选手都跟后面有拉开一段距离。大家报告，码头旁边那个，然后让旁边一点。因为场地非常的大，所以从我们这个摄影师的视角也很难看出来说谁是领先的。1000公尺可能就比较看得出来选手的实力上的差距那毕竟青少年这个阶段，国中组大部分几乎90%以上，虽然刚才有说有些县市有从小学开始在推展，但是大部分还是都是大概国中，甚至到高中才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是，所以他们在程度上面可能在这个阶段上面还是比较起伏比较大一点。起伏比较大一点。我们刚刚看到第3航道的永安时钟离手站选手落水的状况。对，他这个有翻艇因为永安时钟它的训练环境也还好，它就刚好在港口位置。那因为国中可能也是刚开始练习刚开始练习，可能在这方面的动作熟悉度、平衡也不是那么熟悉。是。那我们在我们直播前荧幕前所看到的这些选手，你看他这样滑起来轻轻松松，大家要知道这个船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操控是，因为它的底部是尖的，不像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一些三板舟或平台舟包括 polo 艇像我们这次还有 polo 艇的部分，它的底是平的，是平的。原则上我们简单的我形容就是平的，你只要坐上去，你不要乱动，它是不会翻的。是，但是这种竞速艇、C 艇、K 艇都是一样，这种竞速艇是它底是尖的，你坐上去，你会左右晃，不止左右晃，你就直接翻了。除非你可以抓到它的真正的那个重心点，再加上你的桨要帮忙做左右的平衡。简单讲，有一点感觉就是这样形容，可能观众会比较清楚一点，就好像在走那个钢绳一样是。你要拿一根杆子在那做平衡，这样意思。摇摇晃晃的，它就只有那个钢绳的那个中心。好，刚看到第2航道冯嘉文通过了终点，是分组的第1名。所以你看到青少年的成绩大概都已经都4分多将近5分的这个成绩。是。好，现在第6航道的选手尤嘉南也通过了终点。在 K1 1000公尺青少年男子组的部分，总会举行4组的计时赛。那今天上午的赛事都是计时赛跟预赛，到了下午才会有决赛的部分。对，今天赛程比较满因为这报名的选手算是非常的多，比预期的多很多我们协会这边也是想说，奇怪，怎么一直报名的人数包括队伍一直增加，尤其是就算是传统队伍，有时候他的报名人数都比以往更多了大概1/3的人，代表说他在招生上面可能也都有一些比较多的来源啦。是。但是感觉起来还是大环境还是比较不利也就是少子化的因素还是会影响到体育的相关项目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只是说短期，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跟之前比，我们目前轻艇是目前还有稍许的成长，那可能也是因素，就像如同主播所讲的，我们最近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在媒体上也好，或者是在我们政府的一些鼓励下也好，或者一些资源补助也好，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是。好，请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青少年男子组 K1 1000公尺第3组的计时赛。第1航道是南港高中的林思佑，第2航道是永安时钟邱定义，第3航道是大溪国中曾子琪，第4航道是永安时钟叶宗达，第5航道大溪国中陈全泰，第6航道南港高中蔡德轩，第7航道是吴沙国中的江承彦。所以几乎目前看的就是这些学校了，大溪、永安、南港、吴沙。还有民雄但是民雄在第1、2组就已经出赛了民雄国中这也是值得一提民雄国中说实在真的，那个尤维利尤教练尤老师他在学校也是担任教职的工作，
他本身以前也有曾经接触过蜻蜓水球。哦，是。大学的阶段，那后来出来执教之后在嘉义，他很不容易啦。在对协会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啦，就是在一个几乎等于沙漠哦，嘉义说实在真的没有什么资源，特别是嘉义县，在嘉义县对，那他可以这样子把选手这样做培训哦，甚至有些选手都曾经选上国手，哇！包括我刚才讲的蔡书涵，其实他在基础的时候，他启蒙的时候就是在嘉义，就有威力有教练那边做启蒙的，是后续我们南投水里长工这边继续帮他培训上来，之后才有这样成绩，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啊！所以我觉得中南部其实说实在真的，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目标啦，怎么样把中南部的轻艇的这个运动能够再把它带起来？是，但是刚才讲到，就是全中运现在是必办项目啦，所以这个部分我势必也必须一定要这样子去推动。像高雄，我们现在也就是下一个目标。第一个我们也觉得高雄6都嘛，资源比较多。这个好像有点讲不过去。如果这个高雄没有在推展这个蜻蜓我们觉得我们协会真的是觉得会觉得蛮难过的而且也会觉得说这部分真的是一个。不一定在高雄，其实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培养出很好的选手出来。是，因为最初当初80几年的时候，高雄曾经也有一批选手，也都练得不错，成绩也都很好。他们也有一些水域，其实真的蛮适合的。现在就是说看有新的人那我们体育会那边我们都也很积极的在跟他们做沟通，包括他们运发局啊，这我们都好几次在有一些聚会或会议当中，我们都是很极力的。能够鼓励他们能够来组队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万事起头难啊，就是第一个人是最辛苦的这样。是。所以您认为现在整个轻艇运动在台湾算是还在发展期，对不对？他现在讲，刚才说就从80年成立到现在，其实34年，你说他还是发展期，的确就是说他还有发展空间，而且空间其实还蛮大的。那当然，我们大概已经达到第一阶段的一个目标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亚运也拿到金牌，是。那奥运我们继东京奥运有一位选手张祖涵选手拿到参赛权，到我们接续的巴黎的奥运有3位选手，而且包括竞速的选手也拿到参赛权。其实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的一个目标，确实。对，但是后续但是还是要讲，后续其实发展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对，能拿到参赛权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它真的是欧美的运动。这个欧美，因为出国比赛一看其实很清楚，都不用跟你解释，你一看你就知道说，这个我们亚洲人跟欧美的身材各方面跟那些条件当然这要谈起来还。很多可以跟观众们分享啊。目前看起来取得领先是第3航道的曾子琪，来自大溪国中。大溪国中也是我们传统的学校。是，桃园市在发展这个体育算是非常的有力，不只是在轻艇项目，其实很多项目他们都是算是领头羊。教练也都很投入。因为如同我刚才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选手出身的，那他们也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把自己的所学能够再延续下去，那再加上那个他们在水域的部分，其实桃园县政府也包括现在的桃园市政府，我觉得相对友善相对友善。这我们没有任何批判的资格啦，或者是说有这个意思啊。但是相对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场域，虽然说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很好取得但是桃园相对的，你像石门水库、阿姆坪的地方或者甚至另外一个也是在水库区的地方，他们要训练，大部分的单位都配合度都很高那包括连大溪河滨公园，他们要练习轻艇水球，大溪区公所也是就给他们做专用，甚至连他们的艇库
还不像我们现在对面看到的是那种那个货柜屋啊，都很完整的，而且是无偿的，就供他们做使用、做训练这样子使用。我想在桃园市这边，我是感受得到他们对于这个水上运动其实蛮友善的。对，但有些县市不是说它不友善，而是它可能顾虑的比较多，或者单位牵涉的单位多了，可能也就不好去做统整。它要有一个好不容易可能找到的可以用的水域，但是可能有一些因素而就搁置了，是不能使用。每个县市政府都有不一样的考量啊。对，所以我们没有批判啦，就是回过头，刚才主播所提到说，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的成绩啊、奥运啊等等，我们在世界上亚洲跟欧美的人种上面、生理条件上面就有差别。另外，连文化，刚才一开始提到我们秘书长张志满秘书长提到的运动文化也是一样，他们是已经融入他们的文化当中了。也就是一些水域运动，我们不单讲蜻蜓，可能他们连划船等等的一些水域活动，他们是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就可以去尝试，他们就可以去从事，或者就可以当做他们终身运动的一个项目，或游憩休闲，包括连家庭聚会等等，他们都很轻易就可以取得，把它变成生活化的。对，包括这些水域，他们在各方面的管理规定，各方面的遵守这相关的规定，他们都可以很自由的去使用。是，所以那就塑造了他们一个运动文化。是，所以基础的运动文化有的情况之下，他们要是去找出好的、优秀的选手，相对就比较简单。再加上他身材上面的一些优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台湾真的，我们已经到达这一组的第一名已经到达，是来自大溪国中的曾子琪，第二名是南港高中的蔡德轩。这也都是传统学校南港高中也培育出很多，特别是竞速的选手现在选手也都陆续通过了终点。最后分组第一名是画面上看到的来自桃园大溪国中的曾子琪，从一开始就是取得领先的位置，一路到了终点，也没有明显的特别快或特别慢，感觉季赛就稳稳的这样滑就好。这都很有策略啦，代表他的实力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尤其在他这个年龄段的部分，所以他的时间，他只要取得晋级就好了。是，其实他把所有的精力，可能他所有的专注，他就摆在接下来的决赛的部分。是。所以这身材看起来都很不错，就未来如果好好训练，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我们未来的一个希望。没有错。好，紧接下来一样是青少年男子 K1 1000公尺计时赛的第4组，也是最后一组的赛事，有6位的选手，第一航道是7位的选手，第一航道是乌沙国中的苏宏瑜，第二航道是水里国中王杰，第三航道是大溪国中冯嘉米，第四航道是南港高中的陈其元，第五航道是民雄国中张元琪，第六航道大溪国中高翔，第七航道是大溪国中李子成。这边就有南投的水里国中水里国中接下来他接上去就是水里上工是，就是日月潭那边。对。之前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修那个划船课，就是去日月潭划，在月牙湾，对，很漂亮，就真的蛮漂亮的。对，你们大学那时候如果要上水域的课程，然后都会带到月牙湾。对啊，日月潭那边。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是寒流，然后整个超级冷这样。但是上去滑个几下，是整个都热起来了。对，那个真的运动量还蛮大的。日月潭那个位置，真的日月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它也非常友善。特别在训练的部分，他们的距离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算是很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中心，包括他们现在也盖好了一个水训中心，里面还有宿舍、教室啊、办公室啊各方面的一些设备都也蛮齐全的其实在这边做集训，那你像台中市跟南投县他们的选手其实如果碰到寒暑假，
长时间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进驻到那边，就直接住在那边，因为包兵那种车程，就直接进驻在那边，也就是异地训练这样子。而且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哦，那选手没得选择，也没得让他胡思乱想，你就是好好的早上起来，按照教练的规划去那边训练哦。而且他那边也有一点高度，虽然达不到高原训练的一个高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个一点点效果。所以选手在那边训练，其实成绩都不错。所以你看看我们台中市跟南投在我们历年来的比赛的成绩，其实都算是各个县市当中都算是前3的。是。所以一个训练环境很重要。主播刚才一直提到，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对台湾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突破的一个点。没错。先前我们在宜兰安农溪也建设了一个人工的激流场地。是。那总共花了工程款是2亿7千万。哇，一笔不小的数字。对。所以有些设备就是必须还是要有这样的决心，能够灌注下去之后，才有机会让后面的选手能够有好的环境能够培养出来。那我们现在第4组出发，目前看起来领先的是这个绿色的这个蜻蜓的这位选手，应该第7位大溪国中的李子成。因为我就是一般我们讲就是1到6航道，我们现在大部分比赛6航道，那7航道我们就航道牌可能就没有做。是。那这也是K1 1000公尺青少年男组最后一组的计时赛的比赛。那紧接下来会为各位带来的是青年男子组，也是 K1 1000公尺的计时赛，有5组。所以光看到这青少年、青年K1 1000公尺的，你这样参加组数，包括参加人数，这样去挺数，这样去计算起来，是空前的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哇，有那么多组、那么多选手参加，真的是很感到真的是欣慰嘛，欣慰。这几年的这样子的培训。尤其我们来台东，刚才一开头有跟主播报告过这来到这边也是今年来到这边，真是刚好因缘际会。那甚至我们前2个礼拜还都预定都还是在宜兰，我们是临时没办法，真的找不到厂商能够来帮我们做这个水道的一个铺设，才真的没办法，我们只好就来到台东这边。当然也很高兴刚好这个机会来到台东。那么多队伍，那么多选手，也就这样子就进驻台东。对，所以其实办一个运动赛会，其实除了我们的责任是把它办好之外其实县市政府如果能够大力支持其实那都是双赢的一个状况。没错，因为那么多人来参加，也多少会带动这边的观光的消费，这样。包括你看，我们这还有少年组、青少年组，这几乎都会有家长。都会有家长来陪同的，不单单只是选手来而已。这带来的一些经济观光的一些效益，其实真的会很不错。没错。好，刚刚看到画面上通过第1名的，目前取得领先大溪国中的冯嘉明，刚刚目前是通过了500公尺。那第2名是大溪国中的李子成。来到台东就有一种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对，尤其真的是我想老天真的帮忙啊！台东是如果你让它天气好那太阳是会咬人的。今天还没有到咬人。昨天跟今天到目前为止，我说真的，我说等不要讲大家保持这样下去就好了。讲了就不好了。真的非常觉得那个你说台湾哪里最适合居住？如果以时间点上的话，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方最适宜人的居住。等到那个7、8月有台风，就赶快搬走了。7、8月不台风，我刚才讲7、8月，你那个太阳照下来，那个真的是有会刺痛、会咬你的那种。哇！因为它是万里无云那种，而且它海边，它吹海风上来的那种热，但是它有风，它跟台北又有一点不一样。它不闷，但是它那个太阳底下，你真的有时候会受不了。你不是在台东这边居住过一阵子你的皮肤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对。
台东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都兰，然后那个地方就超级多外国人会在移居来这边。它就在活水湖的北边，在北边。都兰以前出名的是它会有宝石，可以捡宝石。是哦。它那个上面河流如果有台风啊、大雨冲下来的话，就在河口的部分，你就看很多人在捡一些宝石类的东西。都兰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以前比较少人在那边，就是后来就是像您讲，就是外移人口，包括那个一些国外的人士、外籍人士，就喜欢那个环境。对，蛮特别的。他们反而不是很喜欢市区，对。但是他那个地方又离市区又没有很远，对，然后开车应该是半个小时就会到这样。有一点距离，但又不是很远。第一位选手已经到达了，没错，来自大溪的冯嘉米。大概4分30多秒的这个时间了这个大概都决赛的时候，这几位选手应该都可以顺利进行决赛到时候决赛的成绩就可能还会再往上提升很多，到时候会更竞争了。好，那第2名通过终点的是李子成，第3名准备通过终点，刚刚看到的是苏宏宇，然后高翔第4名通过终点。然后上看到的是第3航道冯嘉米，从一开始就取得领先，一路到了最后，很稳定很稳定，也是来自大溪国中的选手。就是看起来身材上面就是比较单薄一点，但是划船技术上面还都不错，打的底子都还不错。在4组的计时赛当中，有3组的第1名都是来自大溪，所以真的是大溪国中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厉害哦。是。好，紧接下来要准备进行到的是青年男子组K1 1000公尺的比赛，一样有计时赛要来举行，总共是5组的赛事。在第1组总共8位的选手，第0航道是台南海事的曾玉勋，第2航道水里商工林博养，第2航道南港高中刘宇迪，第3航道南港高中李爱凡，第4航道新北高中陈胜全，第5航道玉成高中的吴凯明，第6航道土城高中的黄玉元，第7航道是新大附农的杨维珍。我到高中，你看学校的来源就更多了是，可以看到这个台南的还有台北市水里商工新北高中这里可以提一下这是应该是碧华国中培训上来的选手，紧接着就接上来新北高中，因为新北市在于体育发展，特别是竞技的部分他们非常重视就是3级衔接3级衔接，他们希望说选手会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方式，从小开始衔接上去。是。那所以碧华国中的校长以前也划过蜻蜓，划过蜻蜓水球，所以那时候的重责大任，体育局局长洪局长就把他这个重责大任就交到他身上。他们也有地利之便，因为台北就是一个训练基地，跟活水湖很像，但是活水湖还是看起来比较大自然的状态。对。那台北有一个叫微风运河。微风运河在二重疏洪道里面。它是没有那么多树木啦，但是它的那个场地的范围大小很类似很类似也都是人工挖出来的。其实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台东的森林公园有3个湖，除了活水湖之外，也有这个鹭鸶湖跟琵琶湖。对，那活水湖就是人工而成的湖。这个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这个都还是天然涌泉的水。是。这个水也是蛮清澈，我刚下去看了一下，就是其实似乎是可以看到底的。看到底鱼在游都看得到。以前最早在台东市，大概应该同这个水脉，台东市那边就是台东市立用池，也是泉水用池。它都不用过滤的，它那个水，而且它的水也会跟着潮汐上下但它是淡水。了解。非常好的，这水质都非常好的啦。因为早上还有人在这边游泳。台东的习惯就是这样子，以前他们都会在铺路游，后来盖了这个活水湖，
他们爱好大自然呐、真的他喜欢在这种大自然情况之下，这种天然的水当中去游泳。这有些人都已经游了一辈子了，70、80岁都还在游。对，一天没游他很难过。在这种地方游泳跟在游泳池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一个水池那种对皮肤那种感觉游起来不一样。对。好，现在比赛开始，青年男子组 K1 1000公尺的比赛，第一组开始。所以从青少年组看到，现在青年组速度感有明显的提升哦，而且实力也比较相近一点。对，因为毕竟那个整个生理上的发展，到了这边的已经青春期哦，已经开始他的骨骼肌肉的状态都不大一样了。是。好，再加上长期的训练，如果国中就开始接受训练的话，其实到高中这个阶段，他的技术的成熟度也更高。是。在这一组是有8位的选手。这里面有几位选手应该后天应该就要准备要出发到泰国参加亚洲 Junior and 我们 U23的锦标赛。应该9号出发，对。哦，那真的也是快了。对，9号出发。我们上看到第一航道、第二航道的水里上攻林博洋跟来自南港高中的刘宇迪，在1、2名的位置，而且距离非常的接近。这咬得很紧哈。但看起来也还没有进全速的感觉的，就是在抓着他们，可能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在看能够取得晋级的机会。是目前第1名的是第2航道的刘宇迪。准备要来到500公尺的位置。刘宇迪在我们今年的全中运也拿到了3面金牌。哇，3金得主。也就国中组现在目前大概以国中组来讲，他现在目前是最优的选手。他也跟主播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刚好是我的学生。哦，是。小学啦，小学刚好我教过。也带他们滑蜻蜓，然后后来家长很支持。小学就开始练蜻蜓，这样。对，但是没有专业训练，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跟他练技术，就滑蜻蜓水球。小朋友喜欢滑那个东西，因为又可以打球嘛。是。后来家长很支持，他说希望能够再继续训练，那我们就让他到南港高中国中部嘛，他南港高中他现在是，如果高中的话，他现在是高1。是。那今年高1就拿到3面金牌，很厉害。他4月份那时候是国3。所以暑假完就要准备升高中了。对。那准备要，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青年，所以是用年纪。是。不是用他的学段。了解。不是国中组，不是高中组，我们是看。童老师的意思。那时候他也是会挑战啊，那时候教练也会让他去挑战更高年级的。到了明年等他高1的时候去比到全中运的高中组了，就应该会有更不一样的那个。全中运他明年他就高1了，他就必须要参加高中组。目前第1名还是刘宇迪，第2名是林博洋，距离并没有拉开哦。其实还蛮近的，但是看起来刘宇迪就保持这个奖评了。他如果假如他没有追上的话，原则他可能就保持这个奖评到最后，因为他就确保他有晋级就可以了。是。他刚好跟今年全中运的男子组、高中男子组2面金牌的选手，刚好也是师兄弟，2个都是南港高中。以前也都是我北丰国小的学生。都是北丰出来的。恭喜刘宇迪第1名通过终点。我们上看到的是新大附农的杨维珍也通过了终点，然后第5航道的吴凯明也通过了终点，接着是第4航道陈胜全。
选手陆续通过了终点，完成了这一组的赛事。到青年组这边的距离就会比较拉近一点哦，落差就没那么大。是。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算是蛮晴朗的，跟前几天相比，是天气非常的好。但是怕下雨，下午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下午不知道，因为昨天下午就有下雨的状况，有那个感觉，一阵一阵的。对，上午应该都还好。好，刚刚是计时赛第一组的赛事，紧接下来第二组的赛事有7位的选手，第一航道土城高中的薛佑君，第二航道大溪高中的李佑仁，第三航道惠文高中的严泽君，第四航道南港高中邱子佑，第五航道玉成高中邵佑林，第六航道玉成高中王立可，第七航道是南港高中的庄俊威。那在第二组这些出赛的学校，土城高中在台南那土城高中在台南，他们有一个训练基地，也是刚落成2-3年而已也是我们这次全中运在台南的一个我们比赛的一个场域，是非常好，非常棒虽然说它就是嘉南大郡有一个支流虽然说它的宽度各方面没有说到像活水湖那么的宽，那么长，那么的宽敞但是原则上我们比赛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真的我们就感觉就是说，尤其在国高中这个阶段，家长也有在投入，那学校有在投入情况之下，比赛我们都希望说，包括国际赛，它的规定也是这样子，能够让观众能够看得到比赛。是。那另外连选手跟教练领队或者是选手，他有一个步道，他也规定相对的有一个步道，能够跟着选手同步进行的一个步道的一个配置。是。那刚好就是我们那个安南的水上训练中心，它有这样的环境，虽然它的河道没那么宽敞，但是它周边的部分是非常的完善。那水下的部分也原则上也基本上合格，就是属于合格的一个赛场。是。那所以整场比赛下来，那个教练选手也都是肯定当初我们本来也是说要在那个大会是说希望在日月潭来进行这个比赛，但是我们一直考量到说，因为国高中组的能力，就像刚才讲，我们青少年跟青年，那的确有差，尤其是青少年，国中的孩子，有的时候刚开始练习，在日月潭那个开放的水域那么大光要去起点都要2.4公里，超远心里想说，好像一个酷刑当然，我们如果真的在日月潭比赛，那也是他必须要面对的。那另外一个考量点就是说，那我们一些教练跟家长的一个观赏，变得没有那个空间在日月潭，你有去过，你很清楚嘛。那如果只要滑进去，只要从码头滑出去，大概就是旁边都是山，都看不到，没路可以看得到。那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发展，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可惜。所以我们就积极的争取。当然我们尊重承办的县市、承办的单位，但是可以的情况之下，我们协会的立场还是希望说能够到一个我刚才所提到的，当然一个要合格的一个场地，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教练选手都能够观赏得到，因为运动这种东西，我刚才提过这组已经出发开始了。对。刚刚老师，你刚才讲说有一只狗跑进去那个水里面，然后它刚刚跑走了，在对面啊。可见那个狗，可是这个水真的是非常干净。它爬下来游了几下之后就爬上去了，凉快一下，狗也需要凉快一下。你像我是游泳选手，我自己都那种感觉，看着那个水都有想要下去游。中午休息的时候。真的，就有那感觉，只有那个吸引力，想要下去。那重新出发。是，有可能是什么状况？应该中间航道有恢。节点忘记说出发，终点忘记，所以现在重新开始。
刚刚的系统上面系统上面有点状况哈，技术系统上面，所以还是要谨慎啦，因为你这个没有谨慎，因为毕竟我们是用计时赛的方式进行哦，它的那个成绩跟排名哦很重要，因为到时候跟晋级有相关。没错。参加第42场次公开男子组K1 1000公尺预赛第一组选手开始节目。小失误发生的情况，应该这个至少会delay个10分钟哦，最少5分钟，最少看起来最少5分钟，因为你还是要让选手做一个基本的恢复了。是，这时候对于选手这个调试也非常的重要，不能被影响太多。下一场是公开男子组K1 1000公尺预赛第2组选手开始检录。刚才就趁这空档，刚才主播有提到哦，就是台东，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读台东师院毕业，现在叫台东大学嘛，现在台东大学哦，他升格为台东大学，以前台东师院就在铁花路旁边这边，也还就是台东大学之后就是移到资本校区，那我们已经在这边，那我也是在这边跟蜻蜓结下不解之缘哦，刚好80年来这边就读的时候，刚好80年全国协会成立。那台东的蜻蜓委员会也成立，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会游泳的选手的学生先来学这个蜻蜓。当然全国协会刚成立之后，就会办一些活动、一些比赛嘛。那台东当然是说，我有委员会，我也要参与。那当然大学生会比较快一点，所以那时候直接找台东师院的，就是你本人游泳队，那时候还不止我一个，那时候还有学长。但是我后来我比较投入了，因为后来我想说，因为我从小学就是练游泳，我也曾经拿过那个亚洲青少年金牌，所以我也是就游泳保送这样子因为游泳那种感觉是在游泳池里面这样来来回回这样一直游，后来接触到蜻蜓，哇，就觉得很开放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对，所以后来就。游泳还是有在练习的，但是就是在蜻蜓的部分，我自己就在花时间，自己在另外花时间，包括连寒暑假，因为我本身是台北人，但是读书在这边读，那我寒暑假的时候还回台北的时候就参加台北那边的队伍的训练了解。因为台东那边资讯也不足，后来就我把台北的一些资讯学会，甚至参加一些讲习会啦，或者一些训练营。把这些东西再带回台东，变成只是学弟带着学长，有兴趣的大家一起来，我们就一起来练习。所以你刚才有提到什么琵琶湖啊、乌日湖，以前没有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就是偷偷跑到那真的琵琶湖里面去，而且是骑着摩托车扛着船，好热血哦！扛船，前面的人两只脚把桨夹着，摩托车就骑来了。有画面，但那个湖应该没有这边那么大吧？还是它更大？它那边比较小比较小，但是也不小。他们下一场是先比OK。那因为这一组刚刚有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所以下一组39号的场次要先来做比赛的进行，也就是计时赛的第3组。那7位选手，第一航道是罗东高中的杨宇杰，第2航道新北高中的熊家俊，第3航道新北高中李冠生。第4航道是大溪国中的李阳泉，第5航道大溪高中的陈徐佳，第6航道台南海事的许丰盛，以及第7航道新大附农的蔡佑熙。所以是编号39号的赛事先来进行，这样。对，让38场次的先做休息，调整一下。它的第3组的部分就是罗东高中，这也是宜兰宜兰的学校那新北高中有2位选手在台南海事台南的大溪高中新大附农台中是台中的选手。对，都是传统名校啦，现在应该讲是传统名校，就是新北高中会比较新一点，新北高中可能还要在一两年，因为他可能刚从国中端上来，但是国中端上来已经不简单他们好像成立3年还是4年而已他们也培育出第一个国手他们今年好像也有选手入选亚洲青少年的比赛是，他算发展的还蛮快的，他全中也拿到牌了所以有些时候事在人为啦我们当个推动者
角色哦，就是每个角色把它扮演好，那让我们的选手哦跟教练哦，不敢讲说无后顾之忧啦，那至少说他们有一些在训练上面哦，或者是有些问题有些状况，我们能够尽量帮忙协助来去克服，或者去协调，或者出面去做一些争取。如同最近最夯的，就是我们署长来针对缩写的是一个风波。谁说我们不谈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要面对，就是说，而且必须要去调整的，就是以选手为核心的以选手权益以选手的一个想法为核心的这种思维方式，以选手为主这样。这种方式，这种的一个理念的确是必须要去做一个修正或者做一个调整。没错。在这一组的赛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罗东高中的杨宇杰在第一航道的位置。那第2名刚刚看是大溪的陈徐佳。因为现在有提到就是宜兰的学校那宜兰我想是全台湾现在目前轻艇运动最友善，也是最具竞争力，也是最具怎么讲自然环境嘛？当然自然环境也有一些资源各方面，现在目前大概宜兰是全台湾现在目前比较能够说是轻艇的一个圣地还是说培训的一个圣地那当然地方上的支持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他们地方上的确真的是尽全力在配合，是投入在这个运动。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代表队的训练的地点，我们现在目前也都在宜兰。而且跟主播跟观众报告，现在不仅仅就只有竞速了，现在连激流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上个月才刚落成新盖好的那个人工场地，也是在宜兰。所以未来的大概这几十年应该少说10-20年应该宜兰是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现在目前最具竞争力的一个地方培育选手的一个基地因为它各方面的条件、器材啦、装备啦，包括场地啦，大概现在目前都灌注在大部分都是在宜兰县，是没有错。好，那以上刚刚看到的是第1名通过终点是来自大溪高中的陈徐佳，第2名是杨宇杰，第3名是蔡佑熙。这都很接近对，这一组实力非常的接近。陈徐佳选手也是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都是常常在一些大赛当中都是前3名的选手。陈徐佳选手在昨天，我建议有看到他出赛。对，回到刚才所提的所以宜兰现在甚至连我们体育署也非常的感谢体育署的长官连重训室，连重量训练室也补助了600多万的经费，在东山河那边我们水训基地里面建制的。那你会说，那重训室现在到处都有啊，那我们还要花600多万。我跟各位报告那个重训室里面所有器材第一个就是否轻艇它有专项的一些器材那另外就是有些器材它的保护各方面就会，我们当初在招标的时候就会比较针对第一个一定是针对轻艇的部分，第2个部分就是说它可以对于竞速或者是激流，它跟属于一般重训的类别，会做一个统一的购置。那现在也都已经建制完毕了，也都验收好了，所以现在我们激流的代表队跟我们的竞速的代表队，只要是排到重训的课程的时候，就是直接就到那边去做训练，这样也好，自己用好一个，也不用可能去哪里哪里租场地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好，紧接下来要来进行的是刚刚编号38场的赛事。第1航道是土城高中的薛佑君，第2航道是大溪高中的李佑仁，第3航道是惠文高中的严泽君，第4航道南港高中邱子佑，第5航道玉成高中邵佑林，第6航道是玉成高中的王立可。那第7航道是
南港高中的庄俊威，就是刚刚在开始的部分有出现技术状况的，对，系统有出状况，对，第二组赛事把它这样重新出发。我们看到有飞机，金国号，旁边就有这个飞机场，制航基地是制航基地，这一天飞上百趟哦。那我以前上课常常，现在我觉得还比较少一点。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非常的多，非常多啊！那个就大概10分钟、10几分钟就来一艘，有时候是2艘、3艘，有时候还会列。昨天好像没有看到有飞机，今天这是第2架。这是台东的特色了。是。但台东占据真的是好山好水啊，但是它的确是占据着我们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点，因为它刚好在东南角，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现在比赛开始，第2组的赛事重新来进行，希望选手们不要被这个技术上的状况有太多的影响。应该不至于啦，因为我们刚才也有在隔趟呢，在做休息，因为大家条件都相同了，大家条件都相同。老师刚刚提到那个宜兰的那个重训的部分嘛，那有没有哪一些设施跟动作是可能是轻艇选手他跟一般人可能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可能会最常练的是哪一个部分？卧趴吧，他卧趴是一个，另外就是那个叫什么模拟器，就是划船划船机是不是？不是西式划，不是我们一般讲西式划船的用那个划船，它是真的带桨的，它有 C 跟 K 的。有这种专门的测功仪，测功仪我们也买了蛮多的。另外在一些重训的，特别是拉跟身体核心的部分的一个配合的这个部分的一个重训的那个项目，我们有特别采购，那个都进口，那个都国外进口，我们台湾厂商比较少。是，除了有一些像我刚才讲说爬推、卧推啦、趴拉，这可能台湾的厂商有 ，OK， 没问题。比较多还是要仰赖进口的部分，这样。好，准备要来到500公尺的位置，现在在领先第1名的应该是第2航道的佑仁，第3航道的严泽君在第2名，第3名是第6航道的王立可，跟1、2名非常的接近，2、3航道的选手。你看这国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如果观众有仔细听的话，我们的背景声音里面会出现说加油500背多少，那个都是教练在岸上都会给一些指示，给一些提醒或给一些鼓励啊，那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没错。这样子整个现场也比较热闹一点。是。所以这个又讲到就是奥运会哈，我们在奥运的项目当中，我们这是亚奥运正式项目。那现在奥会的一个趋向是比较希望说它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购票入场来看比赛之外，当然另外就是转播的部分有更多的世界各国的人会来看，是吸引力要够，或者是说从事这个运动的人口，所以他都用这样去评估我们奥运会每4年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或者是它的种类。是那像轻艇是它的种类，那轻艇竞速是它的项目那轻艇激流也是一个项目，所以它现在慢慢都比较趋近于说让它可以缩短一点距离。你像有些以前要比2000的，像滑轮板头都看不到尾，太久了，感觉没有那个 feel 啊。大家可能就会转台，看着都没有那个 feel 啊。就好比我以前在讲说打高尔夫球，没有，我现在就很喜欢看，因为我会打，我现在自己会打，我就觉得很好看。那以前不会打或没有看，不懂，哇，18洞，我一直4、5个小时，等到什么时候？对，看到底谁，然后就
打什么球什么，都是这样，你就觉得很那可能就像主播讲，我就转台。对，去看其他的。好，那最后还是来自大溪的李佑仁第1名通过终点，那第2名是惠文的严泽君，啊，第3名是王立可。所以你看成绩大概现在都4分出头了，4分出头。国际上，当然我们这个运动没有所谓的世界纪录，因为它的比赛的场域都不一定。哦，风水的质量等等，它都不一样。所以他没有所谓的，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场地最佳成绩啊，了解。比如说这个场地最佳成绩，但这个最佳成绩有时候也参考价值不大，对，也不能说很客观，因为看他是什么时间，有时候他是侧风，有时候他顺风，就算他是没有水流的情况之下，都没有，但是原则上成绩都可以来做参考。你像刚才这一组第1名的选手，我看的话大概4分出头了，是李佑仁，所以大概青年组大概我们这个成绩大概都在这边，那可能决赛会快一点，可能会进4分内。哦，是。但是现在国际上大概这个项目大概都3分40几秒。哇，我们选手大概都还有一点点落差，还有一点落差。刚刚是进行的是青年男子 K1 1000公尺计时赛第2组的比赛，那紧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4组的赛事。总共是有6位的选手。第2航道是大溪高中的张凯威，第3航道是土城高中的陈贤洲，第4航道是台南海事的黄博翰，第5航道是新大附农的郭家庸，然后第6航道是玉成高中的蓝永杰，第7航道是水里商工的黄宗义。所以这几间学校，那这边提到土城高中是刚才提到就是安南水训中心是他们现在一个训练基地，非常好，那个环境真的是不错，而且它的距离也刚好合适。那因为它的码头各方面，其实配置的当初设计起来的时候配置，虽然它的规模没有很大，其实它的规模甚至在几个我所知道当中，它算是比较小的。但是它的动线各方面配置，我觉得倒还不错。但唯一就是台南市政府奇怪，他是先把它OT 出去的，委外经营。哦，所以我想这也是政府的一个困难点呐，就是说他设了这个东西，盖了这个东西之后，接下来后续的营管的部分、营运或者是管理的部分，可能真的对于县市政府来讲是一个压力。你要专责配一个人在那边也不是那如果这 OT 就是说，那有厂商进驻，那厂商也可以帮忙做后面的维管，比较多心力可以放在那边，甚至还有一些权利金的收入，不用花钱还可以收一些权利金。我想是可能这个政府上面还是有它的考量那只是说在这种方式的情况之下，当然多多少少在训练上面会有一些受限，黄俊杰有来啊？是第1航道是黄俊杰，有吧？字卡呢没有上到，最终是7位的选手。OK， 第6道不要动往前。黄俊杰我比较清楚，因为他现在目前是亚运培训队啦，然后他也会跟着那个代表队去泰国参加2025的那个亚青赛啦。因为他去年 K2 他有拿到铜牌哦，那我都有在场，他 K2 有拿到铜牌，他南投的水里商工的学生，是水里商工的选手。那这边里面还有玉成高中玉成高中也是教练，也是专任教练在带。黄教练他本身也都甚至现世壮运他自己都还报名参加比赛。哦，老师你有去比世壮运吗？我去当裁判。哦，可惜了。但是蜻蜓比较特别是说，因为蜻蜓在世壮运有负责5个项目。这边的裁判人手不够。哦。所以比较忙。我也想要下去比人不够。哇。这待会可以跟各位介绍，现在目前出发了是第4组的赛事，那总共是有7位的选手。
我刚才讲四壮运，我们就负责的轻艇竞速嘛，这个竞速，轻艇激流就最基本，然后轻艇水球、马拉松、龙舟、马拉松、SUP， 很多轻艇协会负责，快忙死了。这几乎大家已经排满了，甚至我们还有重叠的，分2组人的，这样人手够吗？就是不够，所以我们不能去比赛。不然原本是有想比的，还有想比啊，想要去尝试看看。好，现在进行的是青年男子 K1 1000公尺计时赛第4组的比赛啊，西威的选手。我们今天看到学位领先的就是在第1航道代表亚运培训队的黄俊杰。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是比较尴尬啊，因为他接下来要参加亚青的比赛，是亚青的比赛，所以这个对教练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时间他又不能说能够让他实力全部的发挥出来，因为他可能重心还是摆在亚青的备赛这样子，亚青备赛比较重要那所以这个比赛当中，可能他会去指导选手怎么样去做调整，怎么样去做调整，把他的最高峰还是要摆在亚青的比赛场上，能够在亚青赛场上拿牌最重要。好，那目前黄俊杰在第1名啊，黄松义在第2名，第3名是郭家庸。目前是刚过了500公尺的位置。时间过了差不多2分30秒钟左右。第4组是倒数第2组的赛事，等一下还有第5组的比赛要来进行。持续领先的还是黄俊杰选手，代表亚运培训队，有稍微拉开了距离。我们现在国内大概针对就是顶尖的啦，就是比较顶端的优秀选手的一个培训，大概就是黄金计划。是。那如果碰到亚运年，就亚运培训计划。那奥运年我们会有奥运的培训计划，但是奥运培训计划会比较搭配黄金计划，因为当初黄金计划的设计这一个部分就比较否奥运是。那奥运夺金的这个总目标朝这方向去，所以挹注的经费也比较多，而且它是否选手，就是你这个选手他评估他在哪些等级的赛会当中，他如果达到相对应的成绩的时候，他就会评估说他在亚运上会有怎么样好的成绩，他就会给予更高级的。他现在目前有6级，目前有6级，那就给予他个人对于训练或比赛给一些经费的资助。是。好，那在这一组的第1名就是黄俊杰，他通过终点的时间大概是4分10秒钟左右。那第2名是水里长弓的黄松义，第3名是新大附农郭家庸。所以回到说我们在讲这个轻体运动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电视间，我们在荧幕前的各位观众当然应该是大部分是选手或者是家人啊，对，都是接触过这个运动或者是刚好误入进来的那如果当然你有听到或你有看到，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有机会，我觉得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啦这种东西水域运动真的是
值得，而且应该要大力的去推展，是不应该还是那种旧的观念，说哇水火无情啊，或者甚至以前比较封闭啊，那个时候进那个什么戒严时代的那种情况，说海岛啊，就是一方面渔民嘛，就是说不能碰水啊，因为他怕有一些从海上进来的走私也好，一些不轨不法的情况，就会有那种想法说父母亲就不让孩子们去碰水这种东西。我觉得慢慢这个观念还是要改啊。是，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呢。我在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上游泳课而且我们学校是教育部所颁定学校体育课程，体育校本课程的标杆学校，所以我们学校就推游泳教学。还是有那个什么说他的不下水，就是说我们一个学期会有6次，我们学校算是蛮注重的，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会有6次，一学年会有12次的游泳课。他不下水，因为我们讲说不下水，你总要写个原因因为我们把它视为正课嘛，什么原因？还有那个到现在还有的那个理由是神明说他忌水啊，真的有吓到我神明忌水。而且特别是在新北、台北，这又是感觉是又更先进的地方，结果竟然还会有这个比较传统的原因，这样。对，这是记得的。所以这种东西，你看，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我常在学校我就推展这种运动，因为毕竟我专长也在这边，我想我能够做的尽量可以去做。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啦。对。但是我们都是一心，就是说。好，请第4道向前一点。好，那在这一组总共是7位选手，第一航道是水里上攻的林玉勋，第2航道是黄俊杰，第3航道玉成高中的谢宏祥，第4航道罗东高中的邱敬哲，第5航道土城高中蔡耀林，第6航道台南海事的陈义仲，第7航道是土城高中吴冠庆。他这个黄俊杰跟那黄宇是同名同姓，会吗？有可能他刚刚报名的来5道后退，3道后退。对啊，都不可能。我就想说他怎么那么快可以那也是很厉害。OK。可能他学校也有帮他报名啦。那因为雅培队的部分是可能他团队就规定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是。好，所以第2航道的部分是没有选手，那就是总共是有6位的选手。第5道向前。好长。第6道向前。第5道退一点。第1道退。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出发位置的调整。光这出发的部分这我也说已经呼吁好多年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去争取在适当时机我们去游说，或者是说去说明。这在国外我们都是出发都有一个固定的挡板在做起航器啊，我们都有起航器在做出发，这样比较公平啊。对，公平而且快啊，那的确真的可以on time的比赛会比较顺利一点，而且在选手的一个培训过程，你像我们现在国内只有1组在花莲，还只用过1次，只用过1次，因为他必须要到水中去架。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水域是专用的水域，所以你不可能就一直架在摆在那边，变成你比赛完又要拔起来。拔起来之后又要再组装再下，很麻烦。这个我甚至我讲说，光这样我看摆也摆到坏掉，你可能这个东西可能到它的使用年限的时候，它可能用不到3次5次了。可能你讲5次我都算3次，可能5次啦，应该5次应该有啦。那很可惜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场域，所以你像这水稻城，你比赛完3天内一定要撤掉。3天还算多了，有些叫你隔天就一定要撤掉。这个活水湖也有蛮多观光客来这边，刚好看到早上有在那边划船。还有别的活动啊，对，有别的活动。当然这是公共财啦，我们不否认啦，这应该是都要开放的啦。你像东山河之前也有一阵子在有一些团体在争取水权的团体也有在做一些这些的抗议嘛。那后来有去协调嘛，那哪些区域是竞赛的，那哪些区域是休闲的，
哪些区域是划船的，哪些区域是轻艇的，让大家界定清楚。画面上看到第3航道是玉成高中的谢宏洋，那目前在第1名。那第1航道是林玉勋，来自水里商工。那玉成高中是台北市的学校，在南港。他的练习场地是在基隆河，基隆河练习。其实南港高中训练场地也在基隆河，只是在不同的河段。不同河段。但是讲起来都是算是台湾，算是我不敢讲最差，但是讲第2差也没有人敢讲最差了。有一个训练场地的，基隆河水你也知道，水不一定那么干净。是。这个它又长退潮了。第3个之后，它结完曲直之后，那个风它只要一起风那个风完全没有遮挡的，那个跟刮台风一样。那在那个场地训练更不容易风大到可以起白浪那这样很难训练那你往前滑，原来被吹回去这样。有时候就是很难讲就是说这种东西就要去克服它。当然你说在国外比赛是不是也会碰到这种状况？其实很少，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是，但是几乎很少，因为这种状况原则上不适合嘛，因为它有安全之余。但国内你看台湾就是这样，否则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练。是，光要找到一个适合的河道就已经不容易了啦。可以下去的河道，可以下水河道。有些河道是根本你看得到，你还不能下去，还没有办法用。他还跟你讲说那是清水，我说那清水是怎样？清水是用看水，那你干脆说看水的根本没有办法下去玩。看水河道或者看水公园，这个名词上面应该国字那个取名要改一下。清水代表你要能够接触得到，才有清嘛。对啊，半开玩笑啦，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讽刺啊。好，目前第1名的还是玉成高中的谢宏洋。对，他们也很克难他们是在那个一个不知道我忘记一个水门旁边有一个什么不知道一个公家单位，建筑物跟河堤中间有一个空档，有一个空隙，他同意他们可以把船放在那边。刚好那边有个水门，他们自己做一个下船的一个地方。那个水域相对还好，因为刚好一个转弯的地方，是还不错，但是就是很困难的。然后最后通过终点的时间大概4分18秒。我们上看到第1航道来自水里商工的林玉勋，看到的是第7航道土城的吴冠庆，第2名通过终点大概是4分30秒钟左右，2、3名差不多。是。后面上看到的是第3航道，就是第1名通过终点的谢宏洋。奖评也都很稳定是。这选手应该是很中规中矩啊，他是他领先那么多的，他连过终点他还是有做一个压舱的动作。是。那是标准动作啦。那回到我刚才讲的起航器，对，这边比赛还比较特别。我也觉得有时候想纳闷就是每个教练有些教练当然也很严谨，他们对于国际规则各方面，其实他们也常带队出去比赛，其实他们都知道。不管是起航器的出发方式啊，或等等水道啊的宽度啊，或者是水的深度啊等等是的一些配置。当然国内有国内的一些限制啦包括当然最主要是经费嘛还有一些硬体的部分没办法去克服，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替代的方式。那我们替代方式，像这个是这个替代方式，这个就是所谓的标旗，由起点裁判做标旗出发。所以变成用目视的，我们跟对面做一个假设的一个出发线，之后对齐，所以你会听到说，起点裁判说，第2航道往前，第3航道往后，往前往后，那个原则上都还是选手自己在调整。那在这个地方可能好一点的，我在想，应该选手跟教练没有抗议的情况下，因为这边可能第一个他是进水，是。
它是静止，它的确它都没有水是没流动，唯一就只有风。那如果风没有很大的情况之下，选手控制那个船的出发的位置，应该相对比较容易，是不会被风我瞄好了之后，风一来，我又歪了，船头又歪了，根本没有对齐到终点，所以应该是 OK。那这个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后面有放浮台，浮台上面会有浮船手，也就是浮船手会帮忙拉着船尾，听从起点裁判的指挥，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帮他微调。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样比较稳定，他出发之前不会让他先跑掉，但也不是把他抓住了，因为他还是有一个标准动作。听到裁判喊够的时候，他手必须要放开，你不能拉着他不放的，他不放他也不拉出去。第二种就是浮船手，像目前台湾就这两种方式，是起航器的部分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去国外比赛，那个1000公尺、500公尺、200公尺是各一个起航器，是，所以他们根本就是只要裁判人员移动到那个位置，就可以马上开始比赛。没错，也比较公平。好，那紧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公开男子K1 1000公尺的赛事，总共是6位的选手。第一航道台南蜻蜓的王家伟，第二航道亚运培训队彭玉胜，第三航道是大溪南港队的段彦宇，第四航道是南港高中的林庸博，第五航道亚运培训队廖志纯，第六航道是桃园蜻蜓的周年宇。这来到了公开男子组。速度应该就会再更快一点点，更快一点，而且有更奇怪的地方，不是更奇怪，更特别的地方。你看段彦宇是我们亚运培训队的教练，哇，自己下去滑的。对，林庸博也是我们林庸博现在是南港高中的那个专任教练，自己目前也还是选手身份啊。彭玉胜是现在目前现役的国手，现役选手，现役国手，他也要到泰国。他要到泰国比赛，那这是预赛第一组，稍后会有预赛第二组的赛事，所以这看起来就2、3、4、5道会比较接近了。是画面上看到的是彭玉胜，亚运培训队的选手，目前学领先。不过第四航道的林庸博，看起来距离都非常的接近，林庸博领先。平常都还有在指导学生之外，自己还有在训练。他跟他哥哥林庸杰两个配 K2。昨天有看他们的那个。这个 K2 看还有没有机会再取得亚运的资格了，但是就是争取啦，就是他们两兄弟目前就是他们 K2 的部分，现在目前在台湾应该都还算是顶尖的选手。算顶尖的选手。好，现在第一名是林庸博，第二名是彭玉胜，第三名是段彦宇。男子公开男子K1 1000公尺的预赛部分，目前时间过2分20秒钟左右。那刚刚前面青年男子组的完赛时间大概就是4分多钟，来到公开应该是觉得是4分内吧。3分4、50嘛，4分左右。但他们也没有在用全力，他们也都在抓水配速。好，时间过了3分钟左右。这3个选手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3个选手刚好都是台北市立大学的学长学弟，都是北师大的，都北师大的学生，他有毕业的啦，有的在学，彭玉胜还在学，其他的2个都毕业，都是北师大毕业的，北师大就是之前的北体这样，对，后来到天母合并之后到天母是。常常会有大家会有这个北体、国体、台体分不清楚的那个迷思，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刚刚讲到北体就是北师大，那国体就是现在在桃园林口的那个国立体育大学，那台体是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在台中市区。他也在抓水，他刚刚眼睛还瞄了一下彭玉胜，没有上来，他就速度就变慢。现在1、2名还是
对，跟主播讲说，你现在都比我们专业啦，你都看得出来他的秒数啦，都猜测得出来。4分钟左右的时间，4分内了哈，大概都4分50秒。但是公开组就是确实实力比较接近，最后完赛的时间都是4分10秒内啊。4分内，大概4分内。我刚看到的是公开男子组 K1 1000公尺的比赛，在比赛前段是彭玉胜领先，不过到了中段就是由林庸博拿到第1名，一路领先到了最后。报告参加第46场往上看到是林庸博。K1 1000公尺预赛第1组的选手，信义国中何梦选手，请进数字解录处。紧接下来要进行到是一样是公开男子组 K1 1000公尺预赛第2组的赛事。那刚刚就有看到林庸博的，就是他的兄弟林庸杰也会在这一组来出赛，代表南港高中在第3航道的位置。第2航道是新大附农的林尧君，第3航道是林庸杰，第4航道是桃园蜻蜓陈立凯，第5航道是大溪南港的廖志纯，然后第6航道是南港高中的曾瑞腾。那应该廖志纯哥哥吧？林庸杰就是哥哥啊，是林庸博弟弟。廖志纯刚刚在上一组应该有在亚运培训队出赛，这一组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不会在。距离出发时间1分钟，请选手对齐出发线。身高，所有长期向前。有可能，那可能廖志准应该是不会出赛。好，第6航道挡水，再往前一点。现在进行的是公开男子 K1 的1000公尺，那在这一组比完之后，紧接下来是公开男子 C1 1000公尺的比赛。3航道再向前一点。也会有2组的预赛要来做举行，来调整位置。用这种人工的方式，应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误差吧？会有误差，这难免的，因为那水多少都有波动。你这1秒是对齐的，你可能下一个口令出发的时候，它就有一些移动。只是说我们原则上裁判也是会严格执法，就是说你不能在喊够之前你有动作。你船体自然如果有些飘走了，当然差太多会再重新调整标起。但是如果你有启动那个动作，那我们就会判定违规，重新出发。好，然后第2组的赛事目前开始之后，领先的就是第6航道曾瑞腾。这组是4位的选手，分别在2、3、4、6道。林朝军选手是台中的选手，他竞速的成绩也不错啦，而且他在公开组里面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他在激流的成绩不错，激流的成绩算是在他这个年段。那林庸杰就比较就老选手，他现在目前也在教书，在民族国中嘛，台北市的一个学校，但是他就是特教老师是教特殊的学生的哦，像好特别哦，资源班啊，那个特教班。我刚刚说我以为是教体育，结果竟然是教特教班的。因为他刚刚那个时候在台北市立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优异嘛，他的成绩优异，他们有保障名额，就是可以修那个特教的学分啊，了解。那他也通过考试。目前林庸杰是在第1名，刚过500公尺的位置。第2名是南港的曾瑞腾，陈立凯第3。
就是活水湖最当初会有这个设立，也是因应那个区中运，办理区中运。台东有一年承办区中运，那我们当时的主委就是台东的蜻蜓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就坚持啊，而且很全力的就要县台东县政府说一定要办这个蜻蜓的比赛，因为那时候还是选办，是那时候还是选办的时候，所以是区中运，还不是现在的全中运。就为了这样，就挖了这个河道出来。所以才有所以你现在这个河体，你现在现在我们坐的位置这边，这都是从下面挖的土上来堆上。哇！只是后来第8河川局吧还是什么的，他这个单位管了很多，水有水管的单位，岸上有岸上，森林有森林的。哦，因为这地方是很大。然后后来是好像有一整合之后也有风灾的关系，所以才开始有这些植被，就是把这边做成公园绿地的这种模式。是，我说以前就是挖。以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且都泥巴，挖起来之后填在旁边这样子。好，现在时间大概3分50秒钟左右，可以看到是林宏杰应该也要准备要进入到最后了。好，最后是差不多4分钟左右冲过终点哦，还有这个亚当，这个给他冲上来了。是。最后林宏杰是第1名通过终点。主播应该没有到，他后面是卑南溪，是卑南溪，是卑南溪，卑南溪的出海口。它这个涌泉就有点是就是中央山脉下来的水，它就跟海水互相堆积之后。哇，老师果然是之前在台东读书，非常的了解。冒头出来，所以你很神奇哦。你要看这水是清澈，对不对？你就知道后面，你只要往后走大概200公尺，过了那个堤岸，它也是有做一个堤防，就卑南溪的堤防，上去看卑南溪的水是浊的，它是从山上一路流下来的，它是浊水，但水是浊，了解，浑浊的。难怪是在这边比。但是这个是清澈的。所以它这都是地下的水。好，那紧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男子 C1 1000公尺的预赛第1组，总共是有2组的预赛来做进行。8位的选手参赛，第0航道是土城高中的黄威荣，第1航道是南港高中苏博安，第2航道是新北蜻蜓的严电，第3航道是台南蜻蜓的王伟成，第4航道是卯新生一邱宪宏。第5航道是南港高中李时珍，第6航道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戴成林，第7航道是亚运培训队的李时珍。对，所以应该是只有1个而已。李时珍有2个，看一下他最后是应该是在第5航道。他在应该会跑第7吧。所以这边也顺带讲到，就是说现在目前国际上的趋势就是说，现在像游泳，它现在水上运动，大概它的名称及它的整个总会所推展的项目，他们就扩增就是说游泳，一般我们讲的游泳啊、跳水啊、水球啊等等。是。那我们蜻蜓也是，蜻蜓在新的这一年，我们在总会的会员大会上面也宣示就是说我们会把以前是肯怒那个独木舟的部分，那所以是 ICF， 所以现在有就是宣示说是要朝向就是说用桨划的 paddle 用桨划的项目，都是我们所蜻蜓项目所要推展的项目。是，只要用到桨的，就算是归类在蜻蜓的部分，桨的部分。但是它有讲的方向就讲往前划了，所以你说划船那个往后划那个它不称为桨，是往后划那个它不称为桨。
往前滑，所以现在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像世壮运为什么有那么多项就是这样子的。尤其在综合性赛会的时候，其实像龙舟选办的项目、龙舟等等一些项目，都是由蜻蜓总会这边在做主导。是，所以蜻蜓总会要负责的这个项目真的非常的多，包山包海。用一个讲对啊，包山包海，只要是讲的就是啊。当然，原则上重点还是摆在那个。就是蜻蜓竞速跟蜻蜓激流啊，因为都是亚奥运正式项目哦。那蜻蜓水球当然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也是世界运动会，也就是非亚奥运项目的另外第二大的第2层级的国际赛这样的综合性赛会，它也是世界运动会的必办项目啊，是还不是选办，它是必办项目，所以这个我们也都非常重视。那第2个原因为什么会重视，是因为它这个运动刚好很合适初学者，不管他年纪大小，初学者来体验也好，或者是学习蜻蜓也好的一个入门。哦，是。还有一个滑球可以划船，又可以打球，比较好玩，比较那种趣味性也高，对，趣味性比较高，也不会这样很单纯。所以你小学为什么我说小学我就让他们去打这个啊？划桨的动作我们也是要教啊，也是要正确划的动作。那他还多了什么转弯啊？因为他抢球啊，什么转弯，他有学转弯就激流的一些动作，他也在当中也都有体现出来。是。所以蜻蜓水球我们国内也都非常的注重，而且我们也连续快10年的时间，亚洲都制霸。哦，亚洲是我们是算是很强的队伍啊，包括到世界上，我们在世运会也曾经拿过第6。好，所以李时珍应该是第7航道。是。男子 C1 1000公尺预赛第1组的赛事。这个溪艇的变化也很大。从我们以前开始滑的时候，那个船的宽度至少它现在的大概3倍。哦，那么大吗？很宽，很宽。现在大概就只有一个膝盖的宽，再加一点。大概将近快3倍，最少2倍啦。太大的话，应该滑起来。他以前这样开口笑啊，以前那整个开口非常很大啊，而且材质也都不一样啊。了解。当然，就如同我之前跟主播您报告的，对，现在比赛就是要朝那个吸引人啊，刺激啊，感觉就是很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比赛很精彩。像竞速就是快那种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对，有那个刺激感所以他是船ICF 在船的规定上面就越修越窄，让它速度越来越快。了解。画面上看到的是第2航道的来自新北蜻蜓的盐店选手，还有第3航道的王伟成。台南蜻蜓的部分溪艇推展的不错，是，因为他们的教练也都是滑溪艇出身的所以他们对溪艇的部分的技术层面其实都很有心得所以在指导学生上面，他们溪艇的选手，我在全中运也都拿到相当好的成绩。王伟成现在在第1名，然后黄威荣在第0道主城高中，黄威荣目前是在第2名的位置。但很可惜，就是台南有些时候，这有时候就是说资源分配的部分那现在国球当然是棒球嘛所以你也会看到很多棒球场的，不管它是标准的大巨蛋级的或者是说我们在社区的和平公园高滩地，哇，大堆的棒垒球场是。但是你都要一个水域的一个场域有时候争取不来。争取不来。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些时候连推等这个运动，你像很可惜，你像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到海淀国中
海淀国中在全中运里面拿的金牌哦，我细想哦，我稍微想了，不要细想，这我有时候也统计不出来，一时之间统计不出来。没有20斤也有10斤以上啊，为台南市啊。但是最近听起来好像台南市不是那么支持，不是那么支持，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也无奈啊。教练这样很用心的在带，也为了县市政府，甚至为了国家争取到不少很好的成绩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各种客观因素有些就是因为项目太多啦，这其实我们也能够想得到，就项目太多。那有些又是比较吸引人的项目在不敢讲说选票的压力那至少是说人口压力或者大家瞩目的压力之下，总是会有一些取舍。是，但是通常台湾在水域运动的上面，在我们的主流运动上面，通常都会是摆在比较第二位在思考啦。是。好，最后第1名通过终点王伟成，第2名是黄威荣，最后通过终点的成绩大概是4分30多秒。像我就有听说一种说法，就是说建设一个球场不管是木球场、水球场、棒球场、垒球场，就算足球场，他说最多受伤意外摔断腿好不好？那都好意啊。但是水不行啊，这水一下去之后出问题死人啊。确实。这不要，这个我看这个再考虑。还是会有这种想法这样子。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有一半不知道主播还记不记得，我在学校服务的，我跟家长始终如一都是讲这个观念。我说游泳，我不敢讲说游泳是最棒的，但是游泳是一个你最适合一个孩子学的运动。是，它可以当终身运动，他从0岁就开始可以玩水，到80岁。90岁，如果你能游的话，因为它不受体重的压力，它有浮力嘛，一定是比你跑步、走路、甚至骑脚踏车的运动伤害少。而且游泳其实是一个蛮健康的运动。再来又心肺功能最有帮助。是。再来就是它是一个能够自救的一个能力。对，确实。我们先不讲救人我先讲自救就好。你会游泳，你自己救自己总可以吧？没错，至少落海的时候不会不会第一时间不是说保证你不会那么慌。对。好，那今天现在进行的是公开男子41000公尺预赛第2组的赛事，有7位选手。第1航道是南港高中许晴鹤，第2航道南港高中翁江伟，第3航道亚运培训队陈宗，第4航道南港高中翁强森，第5航道亚运培训队宋典阳，第6航道亚运培训队赖冠杰，第7航道是南港高中洪玉仁。好，我们7道没做好，是有7道，有7位选手。对，所以第6道赖冠杰，也就是我们杭州亚运的金牌 C1， 就这个项目 C1 1000公尺的金牌。当时这个金牌真的是不能讲说出人意料之外啊，我觉得这样讲好像也不对，但是的确是那时候评估没有预料到说这个会拿，但拿牌是我们觉得很有信心的。是拿牌很有信心的。但当时是在最后大逆转这样。对，这真的是靠选手自己本身在最后那个阶段，真的很了不起，这样子能够在最后阶段坚持下来。而且当时体育署长他也这样讲，他说其实那么多项目，但是他不是说他其实每一块金牌，每一位选手，每一个选手成绩都是我们国家的荣耀。但是说他说第一个这个，当然他也有提到说这个是当初没有评估到会拿到金牌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说他那时候的比赛的，有时候比赛运动就有这个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你刚才主播你一提到就是最后那阶段，
那个是激励人心的，是那个过程的，对，永不放弃，对，甚至从后面还超赶上来。在也是杭州亚运，我记得在那个滑轮溜冰项目也是有那个黄韵那个压线的那个逆转，对，这种就是会特别让大家振奋的 moment。好，那预赛第2组的 C1 1000公尺赛事现在是已经开始了。因为本身赖冠杰的身材条件真的，他有具备到跟欧美的选手大概有可以相比的一个生理条件啦。那我觉得他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的心理素质。哦，是。这心理素质是真的是他本身我觉得是跟其他台湾我们现在所有看得到选手来讲，他的心理素质高。他的高不是说好像他特别能吃苦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在这训练过程当中，其实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无形有形的压力，家人、亲友等等的压力，他就必须这样一一这样克服。画面上看到的是第3航道陈忠以及第1航道的许晴赫。陈忠好像花莲的选手哦，花莲西顶也都练得不错。那侯章教练他本身对于西顶的部分，他有他教学的一套。那另外最著名就是龙舟嘛，他花莲的龙舟现在是台湾，甚至讲世界都不为过啊，是都是数一数二的哈。我们看到的是赖冠杰选手，就是我们在去年杭州亚运拿到金牌的选手，现在已经超过一半了。他应该是刚回国吧？他前些日子还在国外训练。我以为他不会来，还是有回来，调整一下啦。有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调整一下。如果一直保持在那个高强度的练习会疲乏，会疲乏啊，或者甚至心理上都会受一些影响。总是在国外嘛，那个环境不管是气候啊各方面，当然你要去适应啊。这个赖冠杰选手，他的身材如刚刚老师所讲，就是明显有比较壮硕一点，跟其他选手。你这样看，对啊，你这样去相比较的啊，你国外选手都大概都基本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有特别好，跟国外选手他也不是特别身材条件、身体条件，他差不多就是可以跟国外选手可以比拼这样，大概这个是在国外大概差不多基本的。那个肌肉真的基本的 size， 基本 size， 但是大陆又还好嘞，大陆也差不多这样，但是好像有小他1号。但大陆的西艇也特别厉害，大陆的西艇可以拿奥运金牌哦，所以代表不是做不到，是要怎么样去能够得到那个突破，是也不是人种的问题啦。就在某些项目可能没有那么刻板，最印象近几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男子自由式游泳100公尺世界纪录被大陆那个谁打破那连国外的人输的都还不认输，要耍赖啊，说因为大家作弊啊，都觉得那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可能比较不擅长在游泳这个比赛有好的成绩，而且是100公尺是一个指标项目，而且一次破了那个纪录那么多。然后看到赖冠杰选手准备要进入终点，最后冲过终点时间大概4分10秒，后面也是就直接放掉了。那他的成绩大概现在目前都大概就4分出头，状况好一点，大概4分内，3分50几秒，但还是看场地啦。他在亚锦赛拿了2面铜牌嘛，也是上个月的事情。500公尺跟1000公尺，那个时候的成绩，那时候听他们教练回来回报是说。风比较大，有点逆风，所以滑到4分10多秒。但是刚看成绩我吓一跳，奇怪怎么差那么多？还是有原因的。
然后陈忠是分组的第2名，他应该在昨天400-500好像是第1名吧。陈忠只要不要赖冠杰回来，应该他都第1名。好，请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青少年男子组 K1 1000公尺的预赛。那刚刚前面稍早是有进行计时赛的部分，接下来进行到预赛。在第1组总共是6位的选手，大溪国中陈全泰，第2航道是信义国中何木，第3航道是大溪国中冯嘉米，第4航道大溪国中冯嘉文，第5航道是四育国中郑浩远，以及第6航道乌沙国中的王颂恩。预赛第1组航道确认，第1航道大溪国中陈全泰。青少年男组 K1 1000公尺是有2组的预赛，那时候是青少年男子组 C1 1000公尺的预赛。上午的赛程就是以预赛跟计时赛为主，对。第5航道四育国中郑浩宇。我现在时间差不多已经来到接近早上10点钟，太阳要越来越大了。今天太阳会，所以我自己说破嘴了嘛。本来好好的，那昨天就真的不错了。昨天那种天，对，虽然说有点像毛毛，但是那个还可以接受，比较凉爽这样。现在也有点闷，坐在这边一直流汗。报告，新北新田盐店选手，请至检体处检体。补充说明一下，刚才说那个赖冠杰部分，他在亚锦赛今年的亚锦赛拿到2铜，希万1000公尺铜牌跟希万500公尺铜牌，那同时也取得那个亚运广州亚运的参赛资格。所以这个项目我们是确定已经可以参加亚运，明年的名古屋亚运。名古屋亚运，对。那接下来就是我刚才讲的 K 艇的部分，还想办法看可不可以有机会突破。是，突破看可不可以争取更多的名额啊。那激流到是比较不担心，激流的部分应该都拿得到我们的亚运参赛资格。是。好，现在比赛开始，青少年男组 K1 1000公尺预赛第1组的赛事。明年的亚运是在日本举行，对，是。其实我有点想要不要冲一下，真想有点想去看哦，因为顺便去日本玩这样，但是还是明年的事啊，就有这个想法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说到时候到那个票看怎么办，否则日本算近啊。对啊，日本算近啊，而且方便的那个位置。总共是有6位的选手，3位是大溪国中，然后1位乌沙国中，1位四育国中，跟1位信义国中。冯嘉米跟冯嘉文感觉应该是兄弟啦。兄弟，对。这个预赛就是各组的第1名，各组的第1名。因为他现在预赛是2组，所以各组第1名就是占了2个名额吧，那另外4个名额就是择优，所以这一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算你不能拿到分组第1名，你还是要去冲，因为那个我们到时候择优是看你的秒数。是。所以其他选手还是必须都要全力以赴。是，我们上看到的是第3航道冯嘉米选手在第1名。在第1组的选手开始检录。参加第51场次青年男子组 K1 预赛第1组的选手开始检录。好，看到是第4航道冯嘉文，现在在第2名的位置，第2名非常的接近，刚通过了500公尺的位置。那第3名是郑浩云，所以算是一个兄弟阋墙的戏码，目前基本上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两个不知道有没有在讲话，说只是我先让你进呢，还是怎么样呢？对，其实只有第一名是确定晋级，后面的是择优。看起来应该择优应该没问题，也没有问题，只是水道的分配。然后你觉得这个水道有没有在中间有影响很大吗？在这个地方没有哦，别的地方我不敢讲，但是总是两侧，尤其是靠岸边的那一侧，会差一点，因为岸边它有回浪啊，是，它多多少少会有回浪。了解，因为像应该说大部分的运动都是就是成绩越好的会越靠中间这样。我们这又不像游泳，像游泳它还有直泳绳，也是都摆中间的。直泳绳的。你像这个我们还没有直泳，我们我们这浮筒也只是标示一个距离而已。是。这中间没有防波。你看你在最旁边，先不讲你岸边的回波，你光讲说中间滑快一点的，旁边跟后面的，你就会吃它的浪。是。这样觉得速度多少有点影响。你分组的第1、2名一定是在正中央，所以他们一定在前面。在前面的话，你一定吃它。对。靠过去的。速度会有影响到。对。像田径比赛就是一样，也是速度快的在中间，但是我觉得田径影响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因为没有那个水波的问题。有的话，我觉得那个是细微到不能再细微了，因为它有点是空气力学的问题了。啊，是。它变空气力学的问题了，但是那个已经，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之下已经还好，很细微，不会影响到。我现在看到第1名的是冯嘉文，第4航道的选手。然后通过了终点之后，通过终点成绩大概4分19秒，1、2名距离非常接近。好，第5航道的郑浩云也通过终点，紧接着是216航道，6航道选手有这个帆船的部分，过了吧？对，有过了。他们最后有个冲线的动作，是不是？对，要冲线。他有时候体力放尽了，他就干脆就下水。但是我们不鼓励啊，泡个水比较凉快。我们不鼓励啊，因为你到时候就变成时间上面，我们必须要有人去处理，去帮你处理回来。但是在国外比赛，这个有些时候是没办法避免，而且选手有些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在庆祝吧。你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但是因为国外比赛，它的那个时间的拉距会比较长，场跟场之间的那个间距会长，所以不差这个时间。你要 OK， 你只要有过终点 OK 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赛程比较紧凑一点啊。这个会就变得有点紧凑，大家就变还要去处理。这感觉有点像是他真的气力放尽，最后要爬上来，这个救生艇都有点困难。好，紧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K1 1000公尺的预赛第2组的比赛。刚稍早是第1组，是冯嘉文以分组第1确定挺进了紧接下来的决赛。那看一下第2组的赛事，6位的选手。第1航道是大溪国中的李子成，第2航道是成功高中的陈柏少，第3航道是南港高中的蔡德轩，第4航道大溪国中的曾子琪，第5航道是乌沙国中江晨燕，第6航道是永安池中的陈冠宪。这一组就比较特别，是成功高中是彰化，就是彰化县的学校。是彰化的成功高中，不是台北市的成功高中。像他成绩很好这样，这感觉应该是国中部，因为好像也不一定，因
因为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国中部有啊，他当初是那个妈错国小哦，妈错国小培养出来之后送上就接续上来。了解。因为当初妈错国小那个校长也就很支持这个运动，是自己学校还家长会长也都哦，然后他们要出来比赛哦，一大旁啊，学校我都不知道经费哪里来了，反正就是学校很用心还做船架，而且是拖车的哦。哦，这上在台东比赛一样哦，这从彰化，你看彰化是在对面，正对面，这样拖着那台车，还为了那台拖车，拖船，还去考照。哦，而且那个拖车的价钱应该不便宜吧？不便宜啊，那个而且对前面那个车子也要够力哦，那个车子一般车子也不好拖。因为昨天在跟昨天的赛评老师杨明恩老师就有聊到这个部分，他就说光可能来台东，可能那个拖车的价钱就要可能10几万还是什么的，就。哦，那个是请货车哦，货车啊，我讲的是它那种类似旅行车勾在我们的那个轿车的休旅车后面，哦，那是绑上面，它是另外再做一个架子哦，车架啊，上面可以放船，啊，那个头就是像那个什么露营车的那个头啊，跟我们轿车或者是我们 CRV 旅行车或吉普车后面扣上去之后，被连接车了。哦，懂你的意思。就是光载运这个船，就本身就是也是一个还蛮麻烦的事情。对，最早宜兰就是这样子，这样东奔西跑这样子，台湾这样跑透透啊。后来我第二次看到好像是，就是我说嘉义吧，嘉义他们做，后来彰化看他们有做这个，也请教他们，他们也去定做。否则就这样，就像你讲昨天那个杨老师讲的，因为货车真的一趟这样。不小的花费，花费啊！你自己开车自己拖着回来，钱就比较不，有差了，还是出国比赛的话，这个费用应该更贵吧？是吗？出国比赛大概以竞速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个原则啦，就是说亚洲的部分，我们就用运的海运。哦，用海运的，这样时间会不会差很多？但是唯一的问题才出自于说，你必须要同款的要2艘船。哦，就是说我有一组船海运去，运过去，你现在还在台湾练习啊？海运假设要2个礼拜、3个礼拜才能到，那你在台湾这2、3礼拜还需要有那个，但是都有习惯自己的那种船型，那变成一定要有一个替代的船，他到那边去之后，货柜就到了，他会算好时间到了那边用我们运过去的船，但是如果是世锦赛。或者是欧美的话，原则上就会用租船的方式。哦，在那边租哦，租，这样会不习惯吧？但是原则上，如果是有规模的比赛，也就是世锦赛以上的那种比赛，不是那种邀请赛的那种，他们都会有一些大厂牌，像 NATO 他们那些大厂牌，他们就会在那边设，就是你提前就要跟他预定，他预定的时候他都有型号。哦，什么 size， 什么型号，什么 size， 你就先讲好，了解多少钱，去原则上就是那种船。哦，这样就不用把那个大艇这边运来运去很麻烦。因为欧洲那运太远了，那有时候1-2个月，那中间隔太久了。确实。好，刚看到的是曾子琪选手，大溪国中曾子琪目前是在第1名的位置，那江承燕在第2名，蔡德轩第3名。目前大概来到了中后段的位置，时间过了3分多钟。曾子琪在前面的季日赛就是拿下分组第1名，所以被排在第4航道的位置。那目前持续还是在第1名的位置。那第3航道的蔡德轩距离感觉并没有很远。现在第1名还是曾子琪，第2名是蔡德轩。江承燕感觉速度稍微有点慢了下来。第1航道的李子成也是应该在第3名、第4名的位置。这个因为有择优的关系哦，是不能放哦。对，分组的2、3名，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是。
是我可能要问一下那个人大会，应该讲这个比赛应该还要取7、8名。哦，是。所以他这个预赛，这个成绩要还是要尽全力哦。好，最后是郑子琪第1名通过终点，第2名是蔡德轩，最后通过终的成绩大概是4分30秒。我这一组稍微慢了一点，比刚刚上大概慢了10秒钟。对，择优的方面可能会稍微不利。对于第2名的蔡德轩来讲。那我们要看第一组啊，第一组他后面2、3、4名的成绩是。第一组第2名大概是4分22秒左右，对，稍微有点落差。有落差。因为看起来这几间学校好像，对，刚好就那么巧，这组好像实力没有那么坚强。但择优是公平的啦，就是对，就是速度快的这个，对。啊，但是保障你分组的第1名。好，接下来要进行到青少年男子组 C11000公尺预赛第1组的赛事。那预赛总共会有3组来进行。这也都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啊。像西艇本来就比较少选手选择来训练西艇，所以你看，很明显青少年的那个可能到4组到5组，但是西艇现在看到就3组嘛，是，就3组，人数会比较少一点，但是3组我觉得已经跟以往来讲，已经差别很大了，所以已经很明显有很多的学校或选手愿意在做西艇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没错，好，来看一下在第1组预赛总共的8位选手，第0航道是碧华国中林品仲，第1航道是第1航道是民雄国中的曾明俊，第2航道是土城高中国中部施立豪，第3航道是海淀国中高凯博，第4是永安实中的叶品义，第5是永安实中的谢佑杰，第6是冯博翰，第7是吴正贤。所以这边就有海淀国中的那个选手了。海淀国中，对，西艇的部分他的确不错。碧华国中也是，碧华国中西艇，他这次获选国家代表队也是西艇的选手。哦。这个土城高中，我昨天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那个新北市的土城，就刚刚才知道这个聊天内容才知道，原来是台南的土城。第6航道向后，第1航道向前。新北市现在目前就只有新北高中，新北高中嘛，那个碧华国中。哦，是。第1航道向前一点，第0停。第7航道向后。因为他们刚好就在我说地利之变啊，他们在微风运河旁边。所以这个运动有时候就是水域的取得啦。你学校如果就在那个水域旁边，你基本上就已经先比人家有那个优势，有那优势了。就好像以前最早以前，现在可能现在游泳池可能算比较普遍的。以前说有游泳池的学校跟没游泳池的学校，那游泳池的学校当然是占便宜，是占优势啊。在活水湖这个场地，除了会举办这个轻艇之外，是好像有铁人三项比赛。最长的铁人，铁人三项比轻艇办的多，还多。哎，它是铁人三项是有1公里吗？还是1.5？1.5。那这边够吗？这边好像1.1。那他剩下那400怎么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折返呢？哦，他是不是到比如800返回去？哦。标准的铁人三项是1.5。哎，但有时候像譬如说企业赞助的杯赛，有时候不一定，他就看他的那个哦。它规则怎么设定？他没有说一定要，他只是说，如果你是正式的锦标赛或正式的赛会的话，老师有参加过铁人三项吗？我没有，我连接力我都不敢。哦，真的是跑步算是比较你的弱项就对了。一般来讲但现在的选手跑步反而不是弱项。哦，真的哦。以前我们练习没有
跑步，奇怪练游泳他就一直在练游泳，不会跑步。可是跑步不是可以练心肺吗？啊，以前的训练没有那个概念，就多游就对了。就是你练什么就是死命的，就一直在练那个。懂你的意思。但练跑步其实蛮痛苦的，应该蛮多选手都不喜欢练跑步吧？就是蛮无聊的。对的。最枯燥的，我就说就是田径跟游泳。如果你看蛙镜带的，就是50池，就算你最大的50公尺池子，也是就是在那个水道这样子来回啊。100公尺20趟啊，或者400公尺10趟啊。你怎么看就是看，就是那个游泳池，游泳池啊。可是游泳池至少有时候在室内，那个田径是真的就是每天都要晒太阳，很辛苦哎。但是以前游泳也都室外啊。是真的吗？以前室内游泳池很少。没有室内。我出生的年代就几乎都是室内游泳池。我们差一个时代。我国小的游泳课就是在室内游泳池上。那时候我们没有，我在台北，我们如果要去温水泳，冬天真的很冷很冷很冷哦。我们真的要去练游泳的话，要跑到哪里呢？跑到基隆。啊？为什么是在基隆？台北没有？台北没有啊，台北有一个地方就 YMCA。在永基路 YMCA，但那个收费很贵，很贵，花不起。学校没那么多经费，只有是私立游泳池进去，那好几十块，那种门票的那几块。那你们大早都要坐5点半来5点45分的第一班的符合客运，那很痛苦因为如果是早上晨泳的话，应该是冷的要死吧？对啊，只有那边有温水游泳池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啊，那时候我去温水游泳，那好像也是后来的事情。再早一段时间的时候没有呢，那个游到那个手都已经麻痹，连那个游泳裤那个绳子嘛解不开，没有知觉，好恐怖哦，解不开这样子，也是照游啊。好，现在还有同学跪在地上跟教练跪着，这事实哦，这个我宁可让你打，我也不要下去游。真的假的？冷是因为太冷是不是？太冷最后教练怎么办？让他把他踹下去，这样，然后继续吗？好，现在第一名的是刚看到是第6航道的冯博翰选手。这个技术都还很生疏了，后面的前面的大概已经都有练到一定的程度了，那后面的都还生疏。预赛滑了之后还要挡奖，滑了之后还要挡奖。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起步啦，不错啦，都还是还愿意来尝试。没错。因为西艇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啦，他第一个他滑单桨，必须要，而且还要滑直线。第二个是他还必须要跪着滑，重心部分是也稍微比较高，比较高，所以他也比较不好控制。因为预赛的关系选手们的可能稍微有点实力落差。是。南港高中冯博翰目前还是在第1名的位置，那第7航道是吴正贤在第2名。第7航道的吴正贤感觉要再加速已经到终点了。最后是冯博翰第1名，吴正贤第2名。最后通过的时间大概4分50秒钟左右。那现在看我们上看到的是第4航道的叶品义，是第3名，也快要通过终点了。就是大概5分钟5秒钟左右。这个跟后段的差距就比较大。就要再稍微再等待一些时间。冯博翰从一开始中前段就是取得领先，一路到了最后。虽然说最后被追上一点，不过还是拿下了分组第1名。那这个预赛的部分是取各组第1名跟择优前3名进入到最后的决赛。11000公尺预赛第2组开始检录。我上看到就是来自南港高中的冯博翰。好，接下来进行到的是预赛第2组的赛事。
一样是有8位的选手，第0航道是海淀国中王称豪，第1航道是碧华国中吕炳恩，第2航道是海淀国中的吴亦凡，第3航道是平和国中胡子晴，第4航道是民雄国中的蔡宇信，第5航道是民雄国中的柯汉祥，第6航道是土城高中国中部施立人，以及第7航道大溪国中的李宏成。你看那个平和国中是花莲的学校。哦，花莲的学校。因为刚刚我们谈到就是游泳冷了，所以我现在有改观，我说带蜻蜓的选手的教练跟选手更辛苦。嗯，怎么说？风吹日晒雨淋，对，就好比你讲田径一样意思。对对对，确实啦。哦，所以现在游泳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室内比较多了。你现在要找室外的还不好找。哦，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是读台体大的，我们学校还是室外游泳池。我知道，对，那个外面那个，其实蛮糟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争取经费去？我们也有曾经在那边比过蜻蜓水球啊。哦，真的、哦。而且全民运吧，全民运在那比赛。不过游泳队他们训练好像除了在室外的那边，就是会去北区我们的运动中心。而且大部分应该还是会去北区啦。嗯，那边练比较少啊。但是我们游泳课就是在那个室外的上对，游泳课没办法，游泳课只能忍耐。对，只能忍耐。因为训练还是会去北区的。所以你像北部冬天那样冷的要是，像蜻蜓，你不下水，就好像游泳你不下水练习，光靠路上运动，没有意义这样。有啦，有时候是当然训练过程当中必须要穿插，但是如果你一段长时间的话，你没碰水，完全那个训练效果都会没有。确实。而且你像在水上那种热，你说水是凉快的，但是水上如果你是那种照射下来的那种热，跟一般陆地上不一样。因为那个水的温也会蛮高的。那照射的那个辐射。我们常常当裁判呐，我说奇怪，我也在帐篷里面啊，怎么还是为什么晚上回去脸还是红，热乎乎的，一看也是整个红了这样，红彤彤的。更何况在水里面的人。少年男子71000公尺预赛第2组航道确认，第0航道海淀国中王成豪，好，第1航道碧华国中吕炳恩，好，第2航道海淀国中吴亦凡。趁着空档也跟再继续分享啊，就是说现在就是国际总会大概就是以说有奖的部分PADL 的部分就是有关奖的部分的水上运动，大概就是我们蜻蜓所要推展的运动，所以相对应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是蜻蜓水球，那接下来就是龙舟。那龙舟它是看主办国世界运动会主办国，像这一次成都办，他就有把龙舟摆进去，但是它还是属于选办。我记得杭州亚运是不是也有龙舟？也是有龙舟，也是有龙舟。那杭州亚运是有龙舟，那个什么雅加达也有。雅加达那次成绩不错，拿到2金1。我记得好像成绩不错的。
但是在国际上，大概这个综合性赛会除了杭州这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了。那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还是都是以奥会模式，所以原则上都还是以轻艇总会这个系统为主要的一个推展。这组出发了哈，没有错。预赛第2组。我们先看到是大溪的李宏成，速度还蛮快的。后面上看到第6航道的是施立人。这组总共是有8位的选手。在预赛的部分是取各组的第1名及择优3名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在决赛的部分也是预计在下午的时候会来进行。这次比赛真的是报名人数很多，爆满。这个几个原因啊，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这样推展这几年推展，成绩也不错，那也吸引很多家长愿意投入是虽然少子化。那另外我前面没有提到，就是现在补充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的全中运。我们今年全中运之前，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高中体总有针对这部分，当然体育署也有给一些指导。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型赛会的举办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精进，所以高中体总也很用心。那针对22个项目，全中运总共22个项目。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协会都邀集，而且是单独邀集来做面对面的一个沟通。是。那简单讲就是说，针对参赛资格，轻艇的部分不是每个项目有每个项目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希望说能够跟国际接轨，是。那比赛的成绩也好，或比赛的整个这个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能够再往上提升。是。针对轻艇的部分就变成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就是说我们以前是那个只要拿到参赛资格，也就是像这个比赛，你只要拿到参赛完赛的资格，就是说你比完你滑再慢，像现在说，比如说比较落后的，是只要滑完，你只要有一个成绩，有一个成绩，完赛有比完赛，确实你有滑完。不管你几秒，你滑了1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不管这样的人，你就可以报名全中运哦。他现在那个门槛降低，这样对，门槛比较低一点。但现在就是说，那个体育署跟高中体总这边希望说能够再往上提升，所以我们现在就定了说，必须要在我们中华民国轻艇协会所举办的各个全国性的赛会当中，必须要达到前8名。反而不是以秒数，是以名次这样子。你要达到前8名，也就是说，你真正会进入全中运能够上场比赛的选手，你必须达到这样的一定的水准，这样对，不是路人就可以去比。当然，我们一开始定那个标准，也不是说路人，就是原则上真的是会，你滑得完，而不是让你冲，就是说好像顶那种冲速这样子报上去，那比赛就会变得很冗长，甚至危险性就加大。对，确实也是正向的啦。现在在第1名位置的是海淀国中的吴亦凡，那第2名是大溪国中的李宏成。吴亦凡选手他的这个蜻蜓颜色还蛮俏皮的，一个粉红色。他应该也是看10拿9稳的啦。领先算是有一段距离。对啊，稳稳的话，
因为青少年真的就是刚开始学这个西艇的部分，我刚才讲过西艇的滑法，其实它的技术性困难度相对都会比较高一点。因为 K 艇它毕竟还是坐着，而且是双面平均平衡的。那西艇就不一样，西艇它滑单边，又必须要走直线。没错，它又没舵。重点它没舵，你 K 艇还有舵，是可能观众看不到哦。K 艇的下面还有一个舵，选手是用他的脚趾头，就是他的踏板，他脚往前伸的时候有个踏板，踏板中间有个舵，有一根伸出来的根，他用他的脚趾头去控去。哦，是这样子哦。对，西艇就都没舵，西艇完全是靠桨。靠你手的那个带的那个力量，靠你桨的滑的方式跟转桨的时间，转桨的那个角度，去让它呈直线的前进。好，最后是来自台南市海淀国中的吴亦凡拿下了第1名，最后的通过成绩参考是5分16秒。我们像是在预赛第2组的赛事，紧接下来是青少年男子组 C1 1000公尺预赛第3组，一样是有8位的选手。那今天上午的赛程预计比到中午12点钟会有1个小时的中午休息的时间呐，然后在下午1点钟再继续进行。下午的第1个赛事是公开男的。K1 1000公尺的决赛。好，那精彩哦，下午的赛程没有错。好，那在 C1 1000公尺青少年男组的预赛第3组8位的选手，第2航道是吴沙国中李彦安，第1航道是吴沙国中的徐承翰，第2航道是民雄国中的梁浩龙，第3航道是南港高中的谢佩树，第4航道是永安实中的叶准义，第5航道是土城高中国中部的杨义宏。第6航道是碧华国中的周承彦，第7航道是土城高中国中部的吴维志。今天上午赛程感觉是有小小的 delay 一下下，因为这一组预定它表定时间是10点16分，那现在是10点半。因为现在西艇的部分成绩落差比较大，现在落差比较大。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计时系统计时系统就如同一开始跟主播这边分享的，就是说你起航器没有是起航器，所以都靠人工。如果你用起航器的部分的话，或者是用电动计时的部分的话，它就可以直接连线，成绩马上就就可以列表出来。人工的话还是会稍微多花一点时间，会慢一点，会送单子会慢一点。第1航道吴沙国中许承翰，好。第2航道民雄国中，梁浩龙，好。第3航道南港高中谢佩树，好。第4航道永安职中叶准义，第5航道土城高中国中部杨义宏。碧华国中第6航道碧华国中周承彦，好，第7航道土城高中。其实现在体育署在这几年当中其实也针对很多的一些制度有做一些改革。那当然接下来9月9号，我们赖总统宣告说要运动部这部分也如火如荼啦那当然也都已经，当然有些细则的部分也都已经启动，已经在讨论，也大概已经快要到定案的一个阶段了。只是说我们希望说未来的运动部的效能，或者是说甚至说它能够发挥的一些能量包括最重要能够带动全民体育的部分
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虽然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竞技，其实竞技运动其实立足于在全民运动的上面，也就是你全民运动有到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竞技运动自然而然它一定会有往上推升的一个能量。我常讲就是说，你光看比赛的人就少，懂这个比赛的人就少，从事的运动一定更少。对，确实。所以我还是再一次谢谢，就是我们直播单位来主播这边能够这样子来帮忙协会来做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作业啊。大会报告，请那个选手不要在水里游泳，不要在水里面游泳。大会广播有选手在水里面游泳，真的太热了，真的是会想要跳下去泡一下水。对，可是安全上考量。泡水不要跳到水里去游。所以还是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如果有在看直播的，有在现场的话，真的是不要下去游，至少比赛的时间是不行的啦。所以你看，现在运动部设立之后，它就一部嘛，一部一署，它就一个全民运动署，现在6师，2中心，所以相对的就是把全民运动这个部分也很重视啦，就是说也是未来施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没错，这边运动产业这几年在台湾感觉算是还蛮蓬勃的。对。因为在国际上有好成绩，观众有开始在注意体育的运动，这样。这都是连带关系啊。这都是一个连带关系。就如同我讲说，全民运动上来之后，相关的从事的选手啊，或者是民众啊多了这个相对应就有那个需求，包括刚才主播讲的产业的部分。是。但是有些部分当然它提升为运动部，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做到说跟其他的部会能够横向的部分能够针对一些政策上面推动上面能够达到更有效率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还是我比较担心的啦，因为还需要时间。为什么我们会感受比较深刻？就是如同我刚才其实从早上多多少少都有提到，一直提到说水域的争取。水域使用的争取，水域的一些开放，真的太多单位牵扯在其中。只要其中有个单位他不愿意，这个会勘或者这个协调就没有办法，就 over。甚至我们还碰到一个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只要里长不同意就不行了。那当地的里长不同意，谁讲都没用，连议员都鼻子摸着算了，就没有办法继续推动这样。我们还不要讲说一些相关单位，里长都可以左右这个结果。好，那 C1 1000公尺青少年男子组预赛第3场，然后现在正式开始了。第6航道选手周承彦目前感觉在领前的位置啊，第7航道吴维志速度也蛮快的。那总共是这一组的8位的选手，2位来自乌沙国中，那2位来自土城高中国中部，现在分别是来自碧华、永安、南港跟民雄的选手。现在这个6月初的时间点，对于这些国中的学生来说，也是准备期末考了。国中的部分会考结束了，期末考。期末考。如果是他是国1、小学也是啊。对，小学一样，就是正在都在这时候啊。对，读书中，就下礼拜。哇！原本还担心说，可能放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要准备期末考，是不是可能就有一些学生就不会报名？结果还出乎预料，蛮多人报名的这样。
但是也有可能宜兰那个地方，可能大家还是认为宜兰可以，就是说距离还没那么远，就改台东，就改台东了。也那么支持，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群组当中其实也有谈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改到台东之后，有些学校也觉得说，交通费用增加，增加当然是这大家都要面对的，最主要是说那个可能也是因为考试在干嘛，可能家长反映了，就是希望说看可不可以排到礼拜天或礼拜天的赛程可以提到礼拜六，就是因为太远了，太远了。都当然希望不要压到最后，因为你看，如果比赛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项最惨，那他一定要最晚回到。这都有讨论了，但是有时候没办法，这已经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现在在第1名位置的是第0航道的李燕安，那第2名是第3航道的谢佩树，第6航道的周晨燕在第3名。因为第3航道慢慢追上去了，是后段的部分，时间差不多2分45秒钟左右。就像刚才主播所讲的，因为这个各组第1名是优先进入决赛的，所以能够抢着优先进入决赛，那当然是最好。对，是最好的状况。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报名爆炸，所以我们的赛制有稍微做调整，否则其实我们一般也还会有一个准决赛。是。排也没有时间排了，就是没有空档排进去了。那如果那个准决赛，那更要抢第一啊！为什么？他直接进，不用可以少滑一趟。对，像昨天的赛事就有进行准决赛，那预赛他第1名就是直接进决赛。对那其他的你还要再多滑一趟。对，体力上也是一个消耗。是。我们上看到的还是来自乌沙国中的李燕安。有选手第2航道翻船了第2航道的梁浩龙，他的位置也落后比较多，还没有到500的位置。对，这个没关系，不用气馁，回去再练习。再加油。好，现在画面上看到还是李安在第1名的位置。时间4分30秒钟。好，最后在4分50秒钟左右通过了终点。好，第6航道的周晨燕第2名，然后第3名是吴维志，第4名是谢佩树。这组的速度还相较上一组快了蛮多的。我们上看到就是第0航道在最边边，也是蛮不容易的哦。就沿着河岸。对，河岸第1排，结果还是拿下了第1名，而且最后成绩还不错。就是活水湖就这样，它没有潮汐的，所以其实它只要没有这淤积的问题的话，其实原则上它的水域的那个状况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它现在看起来是说，就是两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杂草，就一直往内伸，这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这单位可能要处理，可能会好一点。听说他这边现在也是委外，也是委外了，也是委外，我刚刚看到那个有拍那个这边的昆虫，我这边真的是生态很好，生态很好，一直时不时有那个蝉的叫声那个感觉是可能在都市就比较听不到的那个声音。但是这一区是后来有因为挖这个之后，它有在我说公园绿地化这样子，在植栽这样。
以前更多那个木麻黄，现在结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矮了，还看不到。以前这整片都是木麻黄。哦，它木麻黄原因我不知道主播知不知道？不知道。这整片包括现在你现在以前没挖的话，这边都是木麻黄，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学校以前叫沙城。沙城。沙城。沙子的沙，城市的城。对。哦，为什么？因为这是出海口嘛，出海口外面都是沙石淤积，就是出海口就是比较浅滩那沙石淤积。它只要一起风哦，整个台东市是会沙尘暴，是不是？真的吗？那么严重？真的起雾，真的，你从上面看真的是雾茫茫的。哦。所以它弄那个木麻黄就是在挡那个沙。哦，这样子。卑南溪出海口的这个沙的。哦，现在有那个树种起来之后，应该就比较没有、比较没有。但是如果真的起大风，还是会有，它一定的效果了。嗯，那不可能完全遮挡。好，那刚刚进行的是青少年男组 C1 1000公尺的预赛，那紧接着要进行的是青年男子组 K1 1000公尺的预赛。两组的比赛来进行。6位的选手，第一航道是水里上攻的黄松义，第二航道是玉成高中王立可，第三航道大溪高中的陈旭佳，第四航道是大溪高中的李佑仁，第五航道是罗东高中杨宇杰，第六航道是大溪高中的李阳全，3位是桃园大溪的选手。这 K 艇的那节奏可能就会快一点了。是。我现在正在调整位置。现在进行的是预赛第一组的赛事。他们在稍早又进行了5组的计时赛，然后最后采取最后的12位来进行预赛的部分。好，比赛开始。看下去的领先人是第3航道的陈徐佳，不过都还蛮接近的。因为刚起步嘛，哈。嗯。那除了关心我们的观众，除了关心我们的比赛的选手的表现之外其实你稍微可以记一下这个比赛，或者特别是 K 艇K 艇这个滑的这个景象，有时候你会在一些电影的情节或电影的某一个片段里面，你会发现，就特别是他如果拍到在那个码头，游艇码头，你会发现他有时候就会飘过去，看到国外就有人就在那边直接就在滑那个，要不然就在划船。哦，他们都有开放，什么时段可以就按照那个规定就可以下去，不像我们这管制不行就不行，都没但书的。只能说国情不同。但是我觉得真的这种管理的概念要有，就是说很多东西，当然它有它的危险性相关的东西，但是你的管理办法如果
很详尽，或者是说你做的很完整。其实那个是很多项目、很多活动大家可以共同一起进行的。没错，这都很接近哈。目前在第1名取得领先的是陈许佳，不过距离都非常的接近。第2名看起来是李佑仁在紧追在后啊。杨宇杰在第3名，刚通过了500公尺的位置。34道这边搞不好有一个名次的交换哦。对，会有点追上去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策略的方式哦。有些时候他有时候中途会稍微配速的关系，你就感觉好像他追上去，但是最后加速你又追不到他。在这2组的预赛都是第1名直接晋级决赛，在择优取前4名，所以这个部分速度也不能太慢啊，一定要撑到最后才可以。这个画面就很漂亮了哈，对，每个选手这样子。这个就是国外的 feel 啊。但是国外的比赛国际比赛是9个水道。我们就是目前6个。现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办法。台湾没有场地是有9个水道的，最多是6个吗？还是？这个6个，因为它是6的水道的系统的比赛的一个方式，晋级啦、决赛啦、取名的方式，再来就是9。所以没有7跟8的选择这样。了解。我现在看起来在陈许佳的部分稍微拉开了一点领先。所以刚才说有点追上去的，你追上去他就跑了，对，他就马上加速了。但各位再看一下，仔细看我们的选手他的膝盖你看左右，他都是在用蹬，他不是在做假动作，他不是在翘2郎腿，他是在蹬，他因为是作用力、反作用力，他在做一个蹬踢的一个动作。了解。他滑右脚，他蹬顺那个力量的一个施展。不是只有他的手而已。对，他全身核心啊，腿的部分支撑啊。最后第1名通过终点的是陈许佳，领先参考成绩大概是4分03秒钟左右。那第2名的是李佑仁。这个因择优的部分，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等一下下一组，他们的成绩大概是多少？1、2名算是距离还蛮接近的，从头到尾都是。这都还在预赛，但是现在这个预赛就有点类似准决赛的概念了，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计时赛了之后再进行预赛，之后再来决赛的部分。对，他们在下午就会再来进行决赛的部分了。而且下午的决赛，我看还有 K4 的，K4 的大家可以预期K4 的比赛是很好看K4 号称是我们地球表面上滑最快的手划船真的手划船最快的船体。好，那在青年男子 K1 1000公尺第2组的赛事，6位的选手，第1航道水里上攻林博养，第2航道南港高中刘宇迪，第3航道野人培训队黄俊杰，第4航道惠文高中的严泽君，第5航道新大附农的蔡佑熙，第6航道新北高中的熊家俊。我们现在预赛2组现在即将进行的是第2组。那第2组的部分有6位的选手，那第1名分组的第1名会直接进入决赛，那另外会在择优4名进入决赛，也就是这择优4名是会跟第一组的2、3、4、5、6名来做成绩上的比较。那在12个选手除了分组第1名各1位之外，那我们在其他的10位选手里面会挑出4位在计时成绩上面最快的4位来进入最后的一个决赛，也就是下午的决赛。所以我们预期选手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而且会尽可能的抢入这个决赛的这样的一个出发时间1分钟，请选手对齐出发线，一个实力展现。第6道不要动。
现在起点裁判现在目前进行的是标旗，准备标旗出发的动作。每位选手要听从我们起点裁判的一个指挥。那起点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起点裁判，一个发令裁判。那起点裁判来负责队旗，传统的队旗，我们的出发线。那队旗出发线之后，会做一个指示给发令裁判，那发令裁判来做出发的一个口令。那过程当中，选手船只必须要稳定，桨跟身体不能有任何的启动的一个动作。如果启动动作出现，我们的发令裁判会马上做一个制止，而且会做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指示。那所有船只就会拉回来之后重新做出发。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预赛第2组的选手已经都全部尽最大力量已经做出发。目前感觉刚开始，目前差距还非常的接近。报告，参加第56场最青少年。通常在比赛过程当中，当然200公尺的比赛就是会用最高的奖评，从出发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比赛200公尺结束。那500跟1000的部分，大概都还是会有一个分段的一个配速。那配速不仅是速度啦，也就是奖评，奖评也是他们一个配速的一个依据，也就是他每分钟几奖。这个在训练当中，其实教练就会让选手会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课程。其实是有一个节奏的，对，就好像我们弹钢琴学音乐，弹钢琴那个节拍，节拍器，节拍器，你的速度，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奖评了。频率的频，频率对。那一般在训练过程当中，如果应该大部分教练现在已经大概都会做。第一个会有一个 GPS 的仪器会在船上，会去算出它的前进的一个速率，等等。那另外也会再配一个无线电在船上，因为毕竟岸上跟水里面喊的时候他听不到。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是禁止的。是训练的时候会有。训练的时候，比赛是禁止电子仪器的。训练的时候会有大概相关的一些电子仪器来做协助。好，现在画面上看到现在过500公尺学领先第4航道的严泽君第2名，2、3、4都很接近有蔡佑熙、刘玉迪跟林博洋、黄俊杰都非常的接近。在上一组的第1名通过的成绩是4分多钟，也可以看一下这一组成绩大概会如何。那目前刚过500公尺的时间差不多是2分10秒，后面可能还要再加快一点速度。快一点，应该还会再做最后的冲刺。我看外面其实风蛮大的，我们现在这个主播的位置在那个帐篷里面，难怪有点闷。台东就如同我刚才讲，就是它台东那个太阳辣。烈会咬，但是它有风，对，跟台北一些其他都市不一样，它还有风，但是问题是它那个太阳奇怪，那个紫色不知道是它离太阳比较近还是什么。我总觉得我从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阳怎么好像就在我头顶上这样。还是东部都这样，因为太阳东升西落这样。这个我倒是没有确实没有研究过，那感觉就是它那个直接好像从你头顶上照下来。现在第1名的刚看还是严泽君，时间差不多3分30秒钟。台东很多南洋风情啦，这个其实跟垦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垦丁还是比较商业化。台东说实在相对还是比较淳朴，比较有那种越难抵达的地方越淳朴。对，今天大家都很多人都说不去垦丁玩了，因为太贵了。太贵对。就是可能对于北部人来说，要去垦丁不如去冲绳吧。OK， 对。住啦吃啦
最后通过终点，这要判定了哈。对，最后领先参考成绩大概4分05，就4分05，稍微慢了一点点，跟上一组相比。不过1、2名都非常的接近啊，应该都可以进入决赛了哈。看你都可以进入决赛。然后我们终点那边也是有终点计时，所以其实像从这边比赛，选手有一些或教练有些提出说，对成绩有些质疑的话，特别是名次，那我们终点那边都有相对应的那个摄影。是。这2位选手感情非常的好，两者会啊呢。好，我们在今年男子 K1 1000公尺的预赛第2组结束之后，要变到 C1 的赛事。这边登场的是青年男组 C1 1000公尺的预赛第1组的比赛。那在预赛总共是有3组的比赛要来进行。对。然后是取各组第1名跟择优前3名进入到下午的决赛。那在第1组的部分，7位选手，第一水道是台南海事徐尚哲，第2航道是台南海事的郭轩月，第3航道是台南海事的蔡振宇，第4航道是南港高中的高博彦，第5航道大溪高中的李成富，第6航道是水里商工曾玉祥，然后第7航道是罗东高中的田子成。这应该会更激烈了哈，速度不一定很会快啦，因为毕竟C艇跟 K 艇比起来 ，K 艇还是会快一点，但是这会更激烈，因为它的晋级就是各组的第1名之后只有择优3名，只有择优3名，所以这个分组的第2名都还不一定能够，能够晋级哦。第1名是最保险的。对，第2名还不一定哦，你别组的第3名比你快的话，搞不好人家也会进不去。在 C1 的1000的3组预赛比完之后，接下来在上午的最后赛段都是500公尺的赛事，分别是青少年女子500公尺 K1 跟公开女子 K1 500公尺，然后再是青少年男子组 K2 500公尺跟青年男子组 K2 500公尺的预赛。好，第2道挡水，挡好，对，第6道挡水，第3道挡，第2道退，第6道退。第4道再向前一点，第6道退，第5道退，第4道挡水，第1道退。好，2、3向前一点，第5道再退一点，第5道再退，第5道退，5、6退，第6道退。好，第1道退一点，挡一下，后面有风，所以稍微挡一下船，不让船往前飘。第2道往后退。好，5、6、7向前，第1道向前，第3道向前，好 ，hold 住哦，第1道退一点。对，那因为风势也有哈，所以在对齐上面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第2道向前一点，第3道向前，第6道向前，第7道向前。3、5向后，好挡，第6道挡水，1、6退，第5道退。现在这个风好像是有点是从海面上吹上来的，所以船只好像都会被吹往前面，对，所以裁判一直喊到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个部分。好，比赛要开始了。好，C1 1000公尺青年男子组的赛事预赛第1组正式的开始。所以C的部分它不仅是奖评要提升特别它加速的时候不只是，而且它那个力量也要加上去。是。它加上它都必须要有蹬腿的动作，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前腿跟后腿，它髋关节的部分你注意看一下，它都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蹬，所以它前脚必须要蹬。
我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保持那个蜻蜓的平衡，而且它的方向也要必须要，它有点像 K 的方式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反作用力，就是你必须要用蹬的力量啊，跟你滑的力量同步，这个力量要能够连贯起来。所以它都还是有一些细部的动作，就是观众你可以去看一下。而且1000公尺滑完可能非常累哦，他每一个比完都是喘到不行。对，如同主播讲的哦，那 K 艇跟蜻蜓都是一样，它不单单就只有手部，你看一下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手在滑而已，哦，其实它不止哦，它不止手臂哦，有时候它的包括它的核心啊、髋关节啊、腿部，所以他们腿部的一些重量训练，包括跑步什么，跑步包括心肺啦，也都必须要在他的训练课程当中要去增强。是。溪艇有多了一个运动伤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膝盖。哦。因为他膝盖长时间跪着，虽然它是有个垫子，它有垫子，它有个垫子，它有一个类似滤波垫那种材质的，但是每个选手他的材质，但是原则上大概是滤波垫，它包裹着他的膝盖。不然他跪在那边跪那么久，其实感觉是蛮不舒服的。但是他的那个身体重量都还是都是压在那个膝盖上面，而且他不停的是在动，所以膝盖的一个损伤，通常是我们溪艇的选手会比较多。是。因为 K 艇的部分是坐着。好，目前在第1名的是第5航道的选手是李成富，田志成他看起来第2名。所以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如老师刚刚所说，可以特别观察他们在膝盖跟他们下半身的运用，不是只有纯粹的滑手那么简单而已。对。刚刚看到是第5航道的李成富，现在在第1名。后面是第2航道的郭轩月。那第7航道的是田子成。那都追得很紧哦，追得很紧哦。这个视角也比较难看出来谁是领先。但是很接近倒是这个哦。我们刚看到的是田子成，来自罗东高中的选手。明显有在加速哦，有在加速。报告，请参加第57场次青少年女子组 K1 500公尺预赛第2组选手可以。距很接近哦，目前时间大概4分35秒钟左右。看一下有没有逆转过来。有，最后是田子成第1名通过终点，第2名是李成富，最后通过终点成绩大概是4分42秒钟左右。王千宇选手请进入至检录处。最后是田子成第1名通过终点，李成富第2。最后的加速有成功让他逆转过来，第1名是确定晋级。也很明显，这个田子成的动作上面的奖评也没有掉下来了。他的李成富的很明显，他的奖评有慢的，有慢掉。好，
好，以上刚刚是 C1 1000公尺青年男子组的预赛第1组的赛事，接下来是一样是 C1 1000公尺要来进行预赛第2组，总共是8位的选手。第0航道是台南海事的苏奕成，第1航道新大附农的陈炳岳，第2航道土城高中的黄世杰，第3航道是头城家商的江丰邦，第4航道是新大附农的苏敬杰，第5航道是台南海事的叶义宏，第6航道是土城高中的周瑞修，以及第7航道台南海事的吴佑杰。因为昨天趁这空档哦，因为昨天跟今天的赛事哦，我们看一下就是应该是没有，因为这样看不到，因为他可能第3年的赛程才有 max 的一个赛程，他这边也顺道趁着空档跟观众们说明一下，因为现在大概因为之前我提到就是奥运哦，我们奥委会、国际奥会在对于性别平等这部分，它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政方针，跟它必须要做到的一个目标。所以不管是参赛的人数、项目等等，他们都是朝这个目标在做规划，对不对？那相对的，也就是不仅是男生的项目跟女生项目要相同，数目要数字相同，甚至连人数他们都希望能够2个是接近的。了解。就是这个性平。所以说它衍生出来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那我们项目又不减的情况之下，甚至项目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加的 ，OK， 但是总人数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它是用 mix 的方式，男女混合。了解。就可能是 K2 或者是 K4 的比赛。对，都当然是双人的部分。C2 也可以是K2 C2 就男女就混合。其实这个方向，如果观众们平常有很关心体育活动的话，其实就会看到说，在游泳就已经有开始有这样的比赛。真的混合接力吗？混合接力，就是这样。田径也有。对，田径也开始。也是有新的混合接力，蛮酷的。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目前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第航道向后，传球做直球。来，第4航道向前，第2航道向前，第3航道退。现在时间是来到上午11点11分，准备要进入到上午的赛程，也差不多还有几组要来举行，还有大概8组的赛事。应该有 delay 了一点哈。老师有吃早餐吧？有。这边的早餐你知道什么好吃吗？不知道。包子吗？还有包子东河。对。东河，我们这以前吃的都是米苔目。米苔目，就榕树下吗？还是以前是榕树下，但是现在也有点商业，也 OK 啦。以前他们真的是在榕树下，真的在榕树下。现在应该是有个实体店，我都有看到。以前真的在树下，以前在树下好吃的东西很多。变成店面之后就没有那么好吃了。那个味道不知道，可能煮的人可能一样东西，但是吃起来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好，那C1 1000公尺比赛第2组正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1航道的选手陈炳岳，新大附农没错。台中对于轻艇这个项目也是都非常的支持啦。他们我们在竞速方面也好，那在激流方面也好，其实都给予很多的一个支持。但是他们因为其实台中市他们的那个周边的范围水域的部分其实也不多，但是问题是他们有那个友善的那种态度，就是说，就算他们整治一个排水的一个系统，他们当然要净水是最重要嘛。现在就是说要给居民、给市民一个很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像中兴大学旁边，它有一个什么溪哦，以前其实都是受水沟，家庭废水什么都往里面排。后来它整治完之后，他们就会去想到说，去开放给民众去做一些水域的体验的场域。是。好，我们上看到的是叶一宏选手，以及第3航道的是江丰邦选手。那叶一宏在第1名，江丰邦在第2名。台南海事。现在台南海事的叶一宏目前还是在第1名，头城加上江丰邦是在第2。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头城加上的选手。头城加上也是宜兰哦，对宜兰它大概就是罗东高中头城加上，但是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那个县市是委员会为主。五沙国中他们就是委员会为主的一个训练，但是学生可能他不会集中在了解某一个学校。我讲刚才讲台中，像康桥啊，那个地方，他们就会主动，就是政府本身他们在施政过程中，他们就会去考量到这些点，是，就会想要说，去推展水域啊，让人文啊转向，或者是兼具水文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文化。是，我觉得这个卢妈妈就有这样的想法，奇怪的有些县市没有，他觉得视水如火，视火如水，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有时候想想各个县市有时候施政的目标但每个政治人物有他的特性。对，我讲这部分我们也没有那资格去批判，只是说在相比较之下，就会感觉到那所谓的落差。台中市确实在支持基层体育是算是还蛮用心的一个地方，很用心。包括后来的新北市其实也有提升，不管是对选手的奖励啦，后续的照顾啊，其实慢慢的都有在这一块啦。只是说硬体设施上面其实是另外一个支持运动的一种方式。是，只是这一块真的确有落差，每个县市对于一些基础建设，尤其有关系到水域运动的一些基础建设，还是比较感觉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像愿意说主动去积极的去从这边去着手了。当然很多交通、教育啊等是他们的重点有些时候也没办法做到都顾及这个部分。这选手到达终点。是第3航道的是江丰邦通过了终点。江丰邦他的奖评的状况也是都还不错，都保持得不错。所以那个叶以宏啊，第2名是叶以宏，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追得上去的。我看起来好像叶以宏可能刚领先通过终点了。那叶以宏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橘色是叶以宏。对，那江丰邦就比较没有，对，他就追不上，因为他的奖评比较稳，想要追可能有困难。要说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叶以宏分组第1名通过终点，然后江丰邦是第2。他好像还很有力，很认真在滑。好，紧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样是青年男子组41000公尺的赛事，要进到预赛的第3组。7位的选手，第1航道是新北高中的刘佑福，第2航道是新北高中陈佑廷，第3航道是南港高中的庄凯文，第4航道是水里商工的曾杰廉，第5航道是玉成高中的黄冠伦，第2航道玉成高中赖博瑞，第7航道是大溪高中陈定轩。大会报告。如果有善心人士写到南港高中洪博汉的学生证，麻烦送到播报台这边来。再报告一次，大帐篷这边来。那就写到南港高中洪博汉的学生证，麻烦送到大帐篷这边来，谢谢。我刚刚在广播，如果有人捡到南港高中冯博汉小朋友的学生证，欢迎直接送去那个检路那边、检路台那边。11000公尺预赛航
道确认。第1航道新北高中刘佑甫。好。这组是7位的选手，也是青年男子 C1 1000公尺的最后一组预赛。那再等一下就是进行到 K1 女子青少年女子500公尺的赛事。好，第5航道玉成高中黄冠伦。好，第6航道玉成高中赖国瑞。好，第7航道大溪高中陈定轩。好。现在协会也是说能够的话，就尽量。虽然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激流有张竹涵、吴兆璇，选手现在目前成绩都很好哦。那当然希望他们在名古屋的亚运最近期的啦，名古屋亚运这边还可以再继续保持啦。因为你拿到金牌的，你的超越也不知道怎么超越哦。拿金牌的就继续拿金牌了哈，拿铜牌的吴兆璇拿铜牌来看可不可以再往前哦，换个颜色看看。那赖冠杰也是金牌哦，看能不能变个连霸这样。连霸哈。那当然这部分是我们现在目前在亚培或者黄金计划的一个重点。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后续会有更好的一个选手我们能够来发掘、来培养他。我想这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之后才有这样的一个突破。你看我们历经了30多年，还有亚运的第1块金牌，走来非常不容易耶，第一个参赛的资格。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要再一步一脚印就是现在看我们眼前看到这些学生。上面看可不可以再找到第2个赖冠杰，甚至是要超过赖冠杰的赖冠杰，是这样是最好的状况。对。好，现在第3组预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第5航道黄冠伦，然后第2航道的陈佑廷，速度都还不错。C1 1000公尺的预赛第3组的比赛，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黄金计划，其实是不是这几年我们在国际赛上的成绩，就是还蛮多选手都是黄金计划的培养的对象，然后有拿到很好的名次，就除了蜻蜓以外，这样。蜻蜓，我觉得蜻蜓后来会有这样子的成绩，其实也是受惠于黄金计划。黄金计划现在已经3.0了嘛？3.0了，3.0了，1.0我好像没有，2.0。其实没有这个黄金计划，说实在，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我不能讲，但我这个人真的觉得，没有这黄金计划，你说亚运要拿着金牌，包括特别是奥运还要拿到参赛权，那几乎是不可能。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台湾没这个环境。你看我们现在黄金计划拿到钱，通通都在国外练习。请的教练也是国外教练。虽然我们自己也有教练在跟着旁边，所以主要黄金计划的实施就是让选手去国外训练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我们才有这样的经费，选手才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去啊。了解。你包括我们的激流，我们哪有场地？确实。对，比较少。你现在这个人工场地也正在试用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国际的？当然，我们目前看起来是 OK， 没问题。但是你看他没有之前是根本没有，就是在野溪，就是水里溪跟安农溪，在滑而已啊。而且除了跟国外的那个天差地远啊。确实，而且除了场地之外，去到国外也有更好的选手可以一起训练，那个也是差最多的。对啊，那种东西你没有办法，你没有人没到那边，你根本就取得不了那样的资讯或者那些技术的一些要领。是像是。像桌球，以桌球为例，像什么林云儒或者是陈瑞，他们几乎都是在中国训练，因为那边就是好的选手比较多，或者是在欧洲这样。台湾就是他在台湾怎么打，他就是第1名嘛。对啊，他没有对手啊。球类这也是一样啊，球类你一定要找到对手这样打，除了基本训练之外，再来就是对战了。是。你一定要透过对战，你才有办法第一个发现你自己缺点在哪里，或者是就一些情收等等。你才有一个方向可以再去做修正，或者再做加强。是。
好，那刚刚看到目前在第1名的位置看起来是刘佑辅，第1航道的选手呢，第2航道陈佑廷在第2名。第1航道的刘佑辅来自新北高中，目前还是在第1名，不过第2名距离蛮接近的，而且有在加速哦。太超准了。1、2名跟后面小小拉开了差距。那第3名看起来是第6道的选手赖博瑞。我对面有教练在那边骑脚踏车在喊哦，在下指令哦。1、2名都是新北高中的选手，应该是同学。大会报告，参加第59场次、60场次公开女子组 K1 500公尺预赛的第1组以及第2组开始检录。看起来是第1航道的哈。是目前持续取得领先。最后是4分38秒通过终点，第2名4分39。比前面几组都快蛮多的。有快一点点的速度，差不多了，都在那个区块差不多。我们看到就是1、2名的刘佑辅跟陈佑廷一样，都是新北高中的选手。新北高中的沈博宏沈教练，他现在目前也是专任教练。学校很支持啦，那校长真的很支持。看到蛮多都是来自新北高中的选手。那他是在碧华，他的编制在碧华，但是升上新北的时候练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回来一起练。了解。回母队一起练。好，以上是青年男子组 C1 1000公尺的赛事预赛的部分。那紧接下来要进行到是青少年女子 K1 500公尺，所以紧接下来的上午的最后的赛程都是500公尺的比赛为主。那在500公尺的部分，他们就会在500公尺的地方作为起点，然后滑到1000公尺。在女子 K1 500公尺预赛第1组有7位选手，第1航道大溪国中的江前维山，第2航道是民雄国中王倩宇，第3航道是民雄国中金玉柔，第4航道是碧华国中吕乔恩，第5航道是民雄国中许荣荣，第6航道是南港高中的陈文琴，第7航道是永康国中的刘依依。500公尺的出发线就比较靠近我们主播台这边，可以看到，比较清楚啊，比较清楚，很清晰的。台湾女生就是新一代的啦，新一代女生就是感觉起来这都比较单薄。是单薄。好一点的选手看起来那个体格尤其女生真的差最多，因为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奥运金牌的选手，当然已经退役了啦，在台湾，或者说我们国际赛的时候去看，那个女生真的，你说虎背熊腰是不至于啊，但是真的那看起来真的好小娘一号的。了解。光亚洲就小娘一号，不要说跟欧洲比。这样整个力量就有差距。对。第1、第2水道退，3、4、5、6向前，好，第6道挡水，4、5向前，第3向后一点，4、5挡，第4道退，3、4向后退，第2道向前一点，好，第2道向前收住，第3道向前，第2道退，第1、第2退，第5、第6退，第
第5项前点，好，不错哦。第2道退，第2道退，第4道、第5道。好，现在在进行出发前的这个位置的确认。来，第4道退，第4道再退。好，hold住。第5道向前一点，第6道向前，好，稳住哦。ready， 3 go。好了，现在出发。确领先的是第6道的选手陈文琴，第4航道的吕乔恩在第2名。画面上看到这是第6航道的南港高中的陈文琴选手，在第1名的位置。女生的500公尺是正式的项目，奥运正式项目是，所以这是重点项目了。奥运女生是不是就没有比1000吗？我觉得好像只有到500，对不对？200跟500。对，但是项目不一样，但是那个金牌数是一样，66各6，男生6，女生6。第1航道南港高中陈宇桥，第2航道云沙国中吴慧仪，第3航道南港高中吴雨欣，现在是第6水道的陈文琴还是在第1名。他就是身体太单薄了，力量不够，所以他在全中运的时候也只有拿2金，有1金500公尺个人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他的力量不够了，所以那时候也刚好风向什么，他力量不够的话就很吃亏，所以那一项目他就拿到银牌。是输给几个吗？有要比这个吗？入台中嘛，好像不在这边。入台中。报告，参加第61场次青少年男子组飞度500他也是我北风的学生有印象就对了。对，比较有印象他。参加第62场次青少年男子组飞度500公尺。好，这边通过终点，第6航道陈文琴第1名通过终点。61、62场次开始检录。那第1航道的江前维山也通过了终点。紧接着看到第4航道的是吕乔恩，大概2分30秒，第8名通过了，第3名通过终点。对。我没拿回来。在开始之后，就是陈文琴一路领先到了最后，速度感觉维持还不错，2分15秒钟的领先参考时间。这是预赛第1组的赛事。好，紧接着画面看到的是第2组准备也要来开始了，有7位的选手。第1航道是南港高中的陈允乔，第2航道乌沙国中的吴慧瑜。第3航道是南港高中的雷玉熙，第4航道是大溪国中的陈新恩，第5航道是成功高中的陈宇杰，第6航道是吴沙国中的吴慧勋，然后第7航道是吴沙国中的吴义彤。3组的预赛目前进行到第2组。
今天上午的赛程多少有点小小的 delay， 原本预计在11点25分要举行这场比赛，目前时间是11点34分。这出发也是因为有风势的关系哈。1、2、3、4航道向前。对于这个开始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还要重新的对齐。第7航道向前。第5航道向后。第1航道挡水。2、3、4向前。好，第3道挡水，第3道退。第2道挡水，第4道挡水，第7道后退一点。好，第1道向前，第6道向前。好 ，hold 住，第6道向前，第3道向前。好 ，hold 住，第4道向后。4、5、6向后一点。第7道向前一点。好，第2道向后，第7道向后。第7道，好，第6道挡。第3道后退，3、4、5退。好 ，hold 住哦。Ready, set, go。好，比赛开始。好，一开始取得领先的是第4航道的陈兴恩，第7航道的吴一彤在第2名的位置，不过刚开始距离还没有拉开。第4航道的陈兴恩跟第6航道的吴慧勋。我上看到的是陈兴恩来自桃园的大溪国中。就如同之前所讲不管是200、500、1000都是一样，出发的这个动作原则上教练都会要求说，都是要能够尽全力，能够第一时间可以抢到最前端，速度才有那个出来。另外就是也有提到就是波浪的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在前面，你变得会有吃别人浪的那种状况。了解。这怎么滑？怎么滑到同一个？对，我想说，同一档怎么会2个人这样？这是第几航道？自己有没有发现？报告，参加第63场次64场次，埋头一直滑，他们在前面，发现滑到别人那边去了。刚刚抬头发现的不对了，现在好像要调回去了，是吧？滑到别人的航道应该是会直接算违规了，要偏离航道。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他头低低的一直在滑嘞？这个人太紧张了。然后陈兴恩现在还是在第1名，那第2航道的是吴慧瑜。准备要到最后了。对，顺利通过终点2分19秒，领先参考成绩。第2名是第2航道的吴慧瑜，大概2分25、26秒。第3名是第6航道的吴慧勋。第4航道的陈兴恩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整个速度感就有提升起来，最后也是一路领先到了最后。好，最后领先的参考成绩大概是2分19秒钟左右。那接下来要准备进入到第3组的赛事。第3组的赛事有7个艇数，7位的选手，
青少年女子组 K1 500公尺预赛第3组，第一航道是成功高中的王瑞轩，第二航道是碧华国中蔡怡柔，第三航道是民雄国中戴怡轩，第四航道是民雄国中林静，第五航道是南港高中于瑞彤，第六航道是永安高中黄雨彤，第七航道是水里国中的宋启轩。今年女子组 K1 500公尺预赛第3组的赛事。64场次新北高中陈正全、涂家这是分组第1名进入决赛，没错。其他的我们再择优3名。在青少年女子 K1 500公尺赛事结束之后，下一个要登场的赛事是公开女子组的 K1 500公尺。预赛的部分总共是2组要来进行，然后接下来是进行 K2 的比赛。上半场的今天上午的赛事也差不多要来到最后的几个项目了。出发11分钟，请选手对齐扶球。然后现在风比较大，所以等一下稍微挡一下，不要让船一直飘，谢谢。好，第一航道推一点，2、3、4、5向前，第3道挡水，第3道再挡，第2道挡，第6道退。好，4、5挡水，第7道挡，第6道退。第6道再退多一点，大胆退吧，用力往后滑，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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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滑过浮球，再滑，再滑。好，然后再调回水道里面。现在在调整出发的位置。第4航道挡水，第5航道挡水，第5航道退。好，第5航道再往前一点。因为这种方式的对齐出发哦，就是不单单只有前后的问题，还有这个船只的方向。它会因为它有侧风，所以它慢慢飘，会飘到变成不是在赛道的中间。所以你会看到选手会再滑出去，他就要重新再对阵。好，第1、第2航道向前，第2航道挡，2、3向前，第4、5挡，第2航道退，第4航道退，第2航道再退一点。好 ，hold 住哦。Ready, set, go！ 好，现在开始了。一开始取得领先的是第5航道的选手于瑞彤，然后第7航道宋奇轩，目前在1、2名。我们看到第7航道宋奇轩是今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这个项目的第3名。哦。第2名就是我们上一组的，我们上一组的，那个陈文琴，第1组的陈文琴。全中运第1名的选手到这次好像没有来参加，没有报名参加这个。没有来参加这次的比赛。没有参加，但是这个第5航道南港高中于瑞彤选手，他虽然他没有参加单人的500公尺，但是他 K2 他是双人的，跟我们那个陈文琴是
全中运第1名。哦，他们是搭档。对，他们搭档在第1名，所以他个人实力也不弱啊。是。我们可以看到松崎轩选手目前在第1名，那于瑞彤是第2名。第5航道的于瑞彤现在还在领先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第7航道的松崎轩的相对位置，看一下哪一位选手是领先，准备要进入到最后。好，准备要通过终点了。第5航道的选手于瑞彤最后第1名通过终点，松崎轩排名第2。第59场次公开女子组K1 500公尺预赛第5航道确认，第2航道桃园女子成型。好，我们所看到是第3航道的戴宜炫。好，第4航道新大附农123周子。好，第5航道南港高中周宇轩。好。我们要看到是第5航道分组第1名的于瑞彤，最后领先参考时间大概是2分22秒钟左右。跟松崎轩大概就是这一组的1、2名，那最后排名有互换，最后是于瑞彤拿下第1名，松崎轩第2。应该是可以顺利进入决赛了。是，看起来。取各组的第1名跟择优3名进入到决赛的部分。好，以上是在青少年女子组 K1 500公尺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公开女子组 K1 500公尺的赛事。接下来的2项都 K2 哈，都双人。不是，接下来是公开女哈，是公开女。OK。有选手翻艇的状况。到终点了吧？对，这应该已经过终点了。是第1航道的选手。第1航道是成功高中王瑞轩，彰化没错。太阳太大哦，在水面上还是都要戴着墨镜。对，不然那个水的那个反光也会直接刺到眼睛。那时候要进行的是公开女组 K1 500公尺的赛事，总共有5位的选手。分别是第2航道桃园蜻蜓的陈琦，第3航道南港高中的严秀桦，第4航道新大附农邱子怡，第5航道南港高中周汝娟，以及第6航道新大附农的郭成真。看起来郭成真比较年轻一点，其他好像都老将了。第5航道挡水，第4航道挡1、2档。邱子怡也是年轻，因为他是 U23的，没有错。好，hold住哦，ready， go！ 好，比赛开始。公开女子组 K1 500公尺预赛第1组的赛事。大会报告，
各单位可以到帐篷这边来领便当了。各单位有跟严修化、周汝娟跟郭成真目前在前3名的位置，距离蛮接近的。国内女生现在目前也是如同前面讲的哦，就是也大概也接近要世代交替的那个阶段了。当然这样的实力还是仍然维持住，还是有那个优势哈。只是说我们现在也希望说年轻的这一辈看可不可以有没有机会可以第一个接棒甚至超越。我们现在因为这样很明显男生的部分大概都有一代一代，大概这个传承上面应该都还看得出来。现在只是女生好像青少年、青年的这部分还有一段空间。是。如果要再追上这些老一辈的选手，可能还要再更加努力。没有错。然后第五行都30几岁了。所以终于有点小断层这样。是。第5航道的周汝娟目前在第1名，邱子怡在第2。现场现在突然刮起了一阵风，参考我们摄影师的那个遮阳伞给吹倒了。第60场是公开15飞到500公尺，比赛第2组航道确认。我们上看到第3航道的是严修化，然后第5航道周汝娟目前应该在领先的位置。所以通过终点第1名2分03秒领先参考成绩，第2名是第3航道。第5航道南港惠理文水里队庄雅文，好。后上看到就是第5航道的周汝娟对南港高中，然后第3航道的是严修化，也是代表南港高中的。他们大概都是台北市的选手都因为台北市也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3级衔接，就是南港高中，它国中部之后接着高中部，之后到台北市立大学。当然另外还有育成高中。是。因为育成高中它不是完全中学，所以它是高中开始培训选手，也大部分就会接着就到台北市立大学。所以台北市立大学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北部比较重要的一个大学端的一个体育的部分。蜻蜓，我们蜻蜓。蜻蜓的部分。大学端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怎么讲？你说伤脑筋嘛，也是说也是要再加强嘛，因为这大学端的部分一方面要找大学端的老师能够来指导这样的选手，也要刚好有这样的专长的老师。确实。那也要有这专长老师，也要他愿意花时间来培训这些选手。否则大部分我们现在大学端还是都回母队。了解。回母队。也要有那个适合的场地也很重要。对，所以场地跟母队其实是同样意思就是说你大学会不可能自己会有场地好，紧接下来是公开女 K1 500公尺预赛第2组的赛事，有4位选手。第2航道是水里山工江秉慈，第3航道南港高中刘慧琪，第4航道是土城蜻蜓的刘延婷，然后第5航道是惠文水里的庄雅文。好，现在比赛开始。这是老将中的老将，刘延婷就已经几连霸忘记了，不知道有6连霸了。全运会、全国运动会，那之前跟刘慧琪也有一阵子，一开始是刘慧琪，后来刘延婷超越之后，就刘延婷一直连霸。了解，算是台湾女子在 K1 500公尺这个部分的佼佼者。这2个就是最好的。刘延婷是目前还是连霸的霸主。那今年也蛮有机会再收获一面金牌的。连霸霸主这2位
很难得，就是这两位现在目前都在执教。哦，目前都是转教练了。都在带。那个土城高中就是刘云婷在带，所以他代表土城蜻蜓。那刘云婷自己在土城高中带学生。那刘慧琪就在南港高中带学生，他就代表。他们还刚好被分在同一组。老对手了。那是预赛啦，预赛应该还好啦，决赛之后再来拼输赢。再拼一个输赢。确实两位选手真的是非常接近，看起来是第三道的刘彦廷目前稍微取得一点点领先。我两个真的都不简单啊，这都一把年纪的都有在滑，因为他边教选手都自己还有在训练，是我自己在训练。好像还蛮多教练都还是会继续一起滑的，很难得。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谁，那个雍博，林雍博也是，林雍杰虽然他没有在带蜻蜓队，因为他工作关系，他就是特教老师，但是他还是会利用下班之后还会训练。画面上看到是第三航道的刘慧琪，最后是通过终点第一名。第四航道的刘彦廷是第2名，所以刘慧琪最后有逆转了过来。这预赛都很难讲，没错，决赛才会见真章啊。他们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决赛还会再相遇。隔壁，应该会隔壁航道吧？对，则有取前4名进决赛。我们可以到决赛之后再来看一下刘慧琪跟刘彦廷两位选手，他们的交手会如何？这算是全国运动会的前哨战。对，在今年10月，在云林。对。但是我们蜻蜓竞速的场地是在日月潭。我想说云林好像没有没有场地。对。它蜻蜓激流的会在安农溪，在宜兰。安农溪在宜兰。所以我们会在安农溪比完之后，利用1天的移转日，转到日月潭。接下来就是 K2 的比赛，没有错。青少年男子 K2 500公尺预赛总共有2组，然后接下来是青年男子组 K2 500公尺。好，那总共是有6组的选手。向前，第2航道挡水，4、5、6向前。好，第6道挡。好，第1航道是邱定一跟李守善。第2航道是蔡佑成跟张元琪，第3航道是蔡德轩跟林思佑，第4航道是陈启恩跟黄胜元，第5航道是陈冠信、叶中达，然后第6航道是王颂恩跟江晨燕。第4道挡水，不要再往前跑了。第5道向前一点。这是今天上午的倒数第4场赛事。第3道，好，封了。5、6向后，第4道向前。第4道向前。好，5、6再退，好停，投出哦，ready， 3、go。好，比赛开始。光看出发就大概知道程度在哪里看起来是碧华国中陈启恩跟黄胜元在第1名，有冲出去然后陈冠宪、叶中达在第2。距离非常的接近，尤其是多人艇这个有没有配合出发，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依据，因为它有没有合力，有没有办法把船只，你一个人自己而已，那双人的、4人的，那一定要都配合得到，需要有默契这样，对，一定要配合到，那个力量然后能够合得上来。通常坐前面跟坐后面选手会有什么特性的差别吗？还是其实没有什么？最前面那个领奖，就是他的那个奖评是他在带，他舵也是他在控制，所以后面就是要配合前面的，后面配合最后一个原则上大概都会安排别力量大一点了解，大的力量。
那第一个领奖的都会选择比较稳的。第一个感觉有点像是固定方向，然后奖品的部分，然后第二后面的就是把力量给带起来这样。最后一个要加力的，因为你水一开始流动之后，那个水是属于流动的，是，你就必须要在更大的力量加力之后，你速度才会再往上加。是。我们上看到第4航道的陈其恩跟黄胜元还是在第1名的位置，还蛮整齐的。因为这有点像划龙舟啊，龙舟一样啊，你前面的桨划是从进水划到变动水，那你后面第3桨或第4桨甚至中间的桨，那几乎你桨插下去，它自己会流啊。哦，对。到达终点。碧华国中哦。对，碧华国中的陈其恩、黄胜元第1名通过终点。第2名是陈冠宪跟叶宗达。这2个人动作还蛮一致的，连发型跟戴的墨镜还有衣服也一样。这个明显后面那个人一定要更有力嘛，那个力量一定要更足够。如果你根本没办法加那个力量的话，你变成是空滑。变成你的滑桨就是反而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对，没有办法加动力上去。好，接着是进行的是一样是青少年 K2 500公尺的预赛，然后进入到第2组，总共有5组的选手。第2航道是南港高中陈璇跟高敬杰，第3航道是碧华国中陈昶宏跟吕承敬，第4航道是大溪国中的冯嘉米、冯嘉文，第5航道是大溪国中高翔跟陈全泰，第6航道是吴沙国中林子恩跟黄子祥。所以这一组有这个冯嘉米、冯嘉文兄弟哦，合体的，合体了。这个默契感觉，如果是兄弟的话会特别好，就跟那个林庸博跟林庸杰一样。请选手对齐出发线，然后现在起风，所以麻烦请对齐之后稍微挡一下，让船不要再飘走了。来，第2、第3退，4、5向前一点，第6道不要动了。好，第5道挡，第5道退一点，第4道向前，5、6向后一点，5、6向后。好，第5、第6再退一点，再退。好，停，稳住哦。Ready, set, go。好的，比赛开始。目前看起来是第4航道冯家兄弟在第1名，第5航道高翔陈全泰第2。在这一组总共是5位的选手，那预赛总共有2组，然后取各组第1名跟择优4名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决赛的部分也是在下午会来做进行。网上看到冯家兄弟代表大溪国中，在前面稍早的比赛都有蛮好的表现，在应该是 K1 1000的部分。个人的部分都不错哈，只是这小小的建议，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船只哦，你看它的晃动就比较大，所以它那个施力的部分哦，在划桨的施力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了解。第63场次，今年男子K2 500公尺预赛1组航道确认。冯家兄弟目前冯家米、冯家文还是在第1名的位置。好，第2航道古城高中
陈周贤、吴冠志。好，第3航道台南海事黄博汉、李丰盛。好，准备要进入到最后了，快要通过终点了。还是持续在第1名，最后我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通过终点，还蛮快的，跟上一组相比。上一组的陈杰、黄胜元分组第1的成绩是2分05秒，那他们这边是1分58。照这个成绩，他们也很有机会是这个项目拿下第1名的选手哦。对，但是下午就是因为他们也有个人赛，也有双人，可以双人的，对，自己体力上面可能自己要调整了，这部分就是教练要去伤脑筋一下，调整一下。但如果对手不是很强，当然就是自己要调整体力，看哪个项目比较重要。好，恭喜冯家兄弟冯家敏跟冯家文拿下了这一组的第1名，也确定挺进到了下午的青少年男子 K2 500公尺决赛。那紧接着要进行的是青年男子 K2 500公尺预赛第1组的赛事，用6组的选手。第1航道是代表水里商工的林博洋跟黄松义，第2航道是土城高中的陈贤忠、吴冠庆，第3航道是台南海事黄博汉跟许丰盛，第4航道是大溪高中的陈全峰跟李阳全，第5航道是罗东高中杨宇杰、邱敬哲，第6航道是大溪高中陈徐佳跟李佑仁。今天上午的倒数第2场赛事。第3航道台南海事。第3航道台南海事。听得到。黄博汉、许丰盛。哦，目前看起来台南海事好像没有出现。我现在才到啊。有点姗姗来迟。这就是裁判长一开始就是担心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今天赛程真的是比较紧凑，哦，就希望说大家能够尽早就先到出发台预备。全部传至下半快。好，我们说第5道向前，第6道向后，第6道退，第4道退，3次退。第3道退，第4道退，第6道推演，第4道退。现在在进行最后期开始前的高级位置的调整，因为现场风势还蛮大的。第3道退，2、3退，第2道退，第4道退，第6道退，第6道退，第3、第4退，第4道退。好，比赛开始。来到了青年组，整个速度又更不一样哦。目前取得领先大溪高中的陈徐佳跟李佑仁。哇，一马当先哦，这个速度非常的快。红黑色蜻蜓的陈徐佳跟李佑仁目前在第1名，代表大溪高中。
在他们大溪高中的这一组应该是比较没问题，他们两个也配合的很久了。两人在个人的成绩也都蛮好的。对，国中组的时候就在配了。我们现在持续的在第1名的位置，陈徐佳跟李佑仁后面其实差距也没有想象中的还远。一样是许分组第1名，再择优4名进入到决赛，所以比赛结束之前都不能放掉。对。报告，宜兰新体负责经多边单的，到大帐篷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4航道的陈全峰跟李阳泉，似乎速度也有追上来。最后还是陈徐佳、李佑仁第1名通过终点第2名是一样来自大溪的陈全峰跟李阳泉。对，陈徐佳跟李佑仁这个组合在一开始就是把整个速度带起来之后，就是一去不回头了。就保持这个速度，稳定的领先。没错。他们这一艘就比较稳哦，就比较没有上下在晃动。这样子水的阻力也会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到青年组跟刚刚的青少年组还是有一点技术上的落差。对，还是有差异。好，紧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最后一组赛事，是青年男子 K200公尺预赛第2组，总共有五组要来出赛。第2航道是基隆高中的陈宏允跟林彦瑞，第3航道是玉成高中的王立可跟谢宏阳，第4航道是新北高中的陈胜全跟熊家俊。第5航道是玉成高中的蓝永杰跟吴凯明，以及第6航道代表南港高中的邱子佑跟庄俊威。这次也蛮欣慰的哦，基隆高中已经很久没有派队了。重新回到战场了。来看一下他们教练那不错，真的，还有3位选手哦，张教练，对，张玉阳教练。以前基隆高中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有体育班是，他们也有划船队，也有推展蜻蜓。其实学校蛮支持的，因为他们学校有一个室内泳池50公尺的，他也都愿意。像我们有时候要举办蜻蜓水球的全国锦标赛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愿意都能够商借给我们。是。那我们可以特别来看一下基隆高中这一对组合会表现的如何哦。4、5退，第6航道向前点，第4再退。第4再退，好，稳住哦，人停，3、Go。好的，比赛开始。我们就看到是第6航道的南港高中组合，庄俊威跟邱子佑。我们可以看到第2航道的部分，就是有一点什么状况，后面的选手刚没有划桨，不知道是不是歪掉还是什么的。应该就是刚开始练习而已，所以后面的那个在做平衡，不要翻，前面尽量滑，
所以实力还是有点落差这样。对，应该是刚开始起步啊，但是我们也是觉得很欣慰啦，就有这样来愿意来参与，对，真的不错。好，我们上看到的是第3航道的选手玉成高中的王立可跟谢宏阳，跟第4航道新北的陈胜群跟熊家俊。好，我们上看到的是玉成高中，一直讲的是张玉成，我很抱歉，玉成高中的王立可跟谢宏阳。是。好，顺利第1名通过了终点第2名是第6航道的邱子佑跟庄俊威，第1名是王立可跟谢宏阳。然后第4航道新北高中陈胜权跟熊家俊是第3名。恭喜玉成高中的王立可跟谢宏阳拿下了分组第1名。我们看到刚就是第3航道的选手以第1名通过的终点，就是画面上的2位选手。很高兴哦，大吼一下，没有错。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赛事，从早上8点开始，一路比到现在中午12点。那预计在下午1点钟会有继续的公开男子组 K1 1000公尺的决赛，以及 C1 公开男子组1000公尺的决赛会来为各位做转播。老师跟我们聊聊上午的比赛，觉得如何？上午我们大概看到就是不管是在青少年或青年的部分我们看到很多的学校能够来参与那选手的表现也都不错。那当然有些传统学校他们的成绩也有很亮眼。那毕竟是预赛那所以有些策略性的，比如说他能够晋级的部分，那他们就能够找到这个样的机会能够晋级。那我想最期待的是下午下午我想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决赛的一个赛程。那我们也期待说我们所有的观众待会休息一下之后务必一定要回来看看我们的下午的决赛的赛程。那我们的选手来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来呈现给大家。没错，那我们经历过上午精彩的预赛之后，我们下午的比赛再见喽，拜拜，拜拜。
嗯。